我父亲在全市说一不二，母亲手握云海经济大权。我身为云海顶级衙内，却选择低调进入禁毒大队镀金。本以为混混日子就能平步青云，然而在一次缉毒行动中，因为我妈担心我的安危，提前打招呼让人照顾我，导致从京都下来督战的首长勃然大怒，亲自来到前线督战，却中了敌犯的埋伏，身死当场，直接害得云海官场彻底动荡。在我父母被双规后，我也被发配到偏远地区派出所自生自灭，最后被我最好的兄弟和老婆联手害死。如今重活一世，我觉醒了警神系统。没想到吧，狗东西，老子回来了！这时候我的父母还没被双规，挽回家庭的遗憾，复仇仇人，一切都不晚。叶凡，快醒醒，开紧急会议了！我恍惚间听到了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猛地抬头，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身在作战会议室。我这是重生了！别愣着了，这次行动非常重要，听说京都下来的大领导都亲自坐镇指挥呢。接到线报，境外一个大毒枭将通过我们云海边境携带海量的毒品进入境内。这次的任务有重要，就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有那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竟然能从千里之外将电话打到了我前线缉毒指挥部。害群之马走后门走到了我这里，要我照顾他儿子。他奶奶的，我偏要他这个害群之马的儿子驻守最危险的地方，打起来第一个冲上去做敢死队。伴随着这句话，现场声音顿时静止了，所有人四处观望，似乎想要寻找高小龙口中说的走后门的人。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走到了高首长的后门，真是笑死我了。我抬头看了过去，发现高小龙目光在死死地看着我，前世的记忆逐渐重叠。上一世就是我的母亲担心我的安全，结果电话被高小龙接听，他盛怒之下亲自上前线督战我，最后掉入毒贩的陷阱，不幸牺牲。这起事件在龙国引起轩然大波，很快前因后果被查出来之后，直接导致我的父母被双规。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悲剧重演。人间总有无边罪恶的出现，光明有多么的耀眼，罪恶便有多么的可怕。你是否心怀正义，愿意匡扶社会？果然，伴随重生的童子哥也来了。我果断选择愿意后，一个面板在我眼前出现，我看了一眼面板，脸都快绿了。词条一共有6种，分别是黑、白、绿、蓝、红、金。我好歹也是警校毕业的高材生，不仅一个绿色没有，面板还这么垃圾吗？你有新手大礼包，是否领取？领取。你随机一个词条升为满级，枪法小通。白，升级但无需发。金。下一刻，我的脑海中只感觉凭空多出了无数的记忆，连带着肌肉和身体都悄悄发生了变化。我去，这他妈的也太牛逼了！我现在甚至有自信，给我一把 AK， 我都能打出狙击枪的操作。我退出系统空间后，环顾了一圈，这么重要的作战会议，我那分管警局的副市长老爹没来，是被高小龙刻意支开了吗？他大概以为我贪生怕死，也认为我们一家都贪污腐败吧。不过这一次，我要让他刮目相看。很快，高小龙部署了作战计划后，全员换装在操场集合。云海禁毒支队行动小组应到35人，10到35人，汇报完毕。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宋立国微微点头，目光略有些担忧地看了我一眼。小叶，等下你跟着我行动。是。想起前世的遭遇，我无奈地点点头。就在这时，高小龙带着2个强壮的保镖过来。首长。都别紧张，这次我跟着你们一起行动，方便指挥。高小龙微笑地压压手，目光也是不动声色地瞥了我一眼，那眸子充满了冷厉还有火气。本来我们禁毒大队属于小道策应，正面动手的还是武警那一伙，但谁也没想到毒贩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小道上，以至于造成了龙国建国以来损失最大的恶性事件。其实高小龙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当时我第一次上战场，人都吓傻了。关键时刻是高小龙推了我一把，才保住了我这条小命，结果他却因此中弹而亡。我回想起前世的种种，拳头不禁攥了起来。这次轮到我报恩了，我一定要让他刮目相看。此时的宋立国脸都快绿了。首长您不能来啊，这要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整个云海从上到下不都要承受天庭的怒火啊？怎么不能来？如果我不来，我还不知道队伍里面竟然还有如此贪生怕死的人。既然贪生怕死，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来禁毒队伍里面害人害己。首长，可是你不用说了，你作为支队长，你自己也脱离不了干系，找个废物进来，对于整个禁毒队伍来说，危害有多大，你难道不知道吗？他家里人不是想要人照顾他吗？好啊，我亲自来照顾。这次行动，我就在他后面做督战队，只要敢在打起来的时候偷偷后退，老子先一枪毙了这个废物，镀金去别的地方。禁毒队伍不是废物来镀金的。高小龙这番话说出口，宋立国也没办法继续劝告，只能眼神坚定地扫视全场。高首长的话，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行动。这一路上，我脑海不断回忆着上一世发生的场景。很快，车队开向了一片密林，我浑身一震，熟悉的感觉瞬间扑面而来，下意识握紧手里的枪。就是这一片密林，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写我和父母还有高小龙的命运了。自从上车后，高小龙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见此情景，侧目看着我。怎么，你很紧张？呵，废物就是废物，这种废物二代在别的地方混镀金就算了，竟然将那股子歪风邪气带到了禁毒队伍里面。报告，不紧张。呵呵，心里虽然虚了，但是嘴巴很硬，很好。你不要以为我们策应就不会发生战斗，毒贩和武警打完了之后肯定会撤退，90%走我们这条路，所以大概率需要和穷凶极恶的毒贩进行战斗，子弹无眼。到时候如果临阵跑了，我就先把你毙了。被高小龙接二连三的鄙视，我心里面的火气也在不断上涌，唰的一下站起身，给高小龙惊得忍不住后仰。我如果后退一步，不用你动手，我自己先把自己枪毙了。
这小子的眼神很犀利啊，竟然能在我面前讲话这么硬气，感觉好像也不是个废物啊。不对，如果真有这么硬气，还会让家里打电话给领导让照顾吗？莫非这小子是伪装的？好小子，差点把我也给骗了。我注意到高小龙表情的变化，明白自己又被鄙视了。泥人还有3分火气，何况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就算我能忍，但我金色的弹无虚发词条不能忍。既然这样，给你来个大德。不过首长，战场里面我跑得比较快，冲得比较深入，为了你的安全，你最好别跟着，不然你这万金之躯有什么危险的话，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给我们拖后腿。我话音刚落，在场的战友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赵伟目光呆滞，好像是以为自己在做梦。宋立国只觉得头皮发麻，而高小龙在愣了2秒后，蹭的一下站起身，脸上同样一片通红。7天了，7天了，这混小子倒反天罡！你特娘的放屁！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不盯着你了吗？你做梦！这种激将法对我没用的。算了，高小龙已经认定了我是废物2代的情况下，说再多都只能够引起误会罢了。我想到此处，便开始闭目养神，不再理会高小龙。很快车子就开到了伏击地点，所有人下车，就地掩藏。众人下车后，带上夜间热像仪，在路边的树后找个地方就掩藏了起来。下面明确任务目的，我们接到线报，有境外一个大毒枭屠查，在今晚准备运输大量的毒品入境，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防止那伙毒贩逃跑。高小龙蹲在我身后不远处，还是忍不住开口提醒：不要太紧张，第一次都是这样，毕竟也是刚毕业，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说到底他也是个刚毕业的孩子，我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我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高小龙态度转变的居然这么快，不动声色地小声提醒：你等下保护好自己。高小龙两眼一瞪，差点被我气笑了。这孩子说什么话？我高小龙竟然被一个小菜鸟嘱咐保护好自己，真是笑话。就在高小龙想说什么的时候，就听到我的示警来了。来人了，我没有收到那些武警一方打起来的消息啊。没错，5个人，大家警戒。那边还没有打起来，这边怎么来人了？看起来这个毒枭很狡猾，可能是兵分2路，这边也有人在蹲点，也可能是他放出一部分烟雾弹，实际上自己想要从这边过去，都先不要动手。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大毒枭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实际上另有所图？比如说，我们后方突然出现一伙人，对我们前后围攻。不可能，我们的情报万无一失，何况不为了运毒，他更不可能准备入境。你刚刚加入禁毒没多久，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还要慢慢学习。此时，高小龙对我的感官也有了一些改变。小伙子，你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看你也不是不可救药，我就教你。这几个人估计是那个大毒枭派来探路，想着兵分2路运毒的。你以后好好学习，有经验了就知道了。年轻人刚执行任务，胡思乱想，警匪片看多了都是这样，前后夹击这种事情。高小龙说到这里突然一顿，脸色惊愕的猛然回头。宋支队，咱们后方还有2批支援人员吗？首长，咱们就是协助，就是支援也不是支援，咱们这边都去那边了。不好，出事了，真让你这小子说准了。我身为禁毒支队的实习生，第一次出任务就对着京都来的首长开采访，首长非但没怪罪我，反而要授予我1等功勋。队长有情况，热城乡出现了大批量的人群聚集，就在咱们队伍后面100米的位置。高小龙猛地转头，果然就看到前方出现了大批量的红点。不好，咱们被包围了。无数次午夜梦回，我都在想破局的办法。除了保证高小龙的安全外，还有那么多默默奋斗在一线战场的战友们。既然有了重生的机会，那就想办法尽量的全歼对方吧。此时，宋立国额头冒出了冷汗。今天的情况不对劲，根本就不对劲。难道是敌方故意为之，想要对高首长下手？我们先想办法后撤，将后面的毒贩歼灭。所有人不要动手，准备后撤。我感觉走后方不如直接打前方。宋立国和高小龙都愣住了，尤其是高小龙目光沉重的摇摇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前面从热像仪看出来的人数起码有上百个，而且后面还源源不断。你们莫非没有看到？前面的毒贩杂乱无章，但是后面的10多人在热像仪里面行动的时候都很有规章，相互间配合非常有默契。就在叶凡说完的瞬间，高小龙和宋立国不敢置信：小子，你确定吗？要知道，判断错误的后果谁都承担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存在境外势力啊。2人一言一语，说话的时候都是额头有些冷汗。如果连境外训练有素的人都参与，并且从他们后方过来的话，那就代表着情报有误。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情况和叶凡说的完全一致。如果真的从后方突破没发现眼前问题的话，我都不敢想会面对什么后果。这是好小子啊！高小龙深吸一口气，认真的看着叶凡。小子干得漂亮，你立功了。我立功了，这就立功了。如果没有你，我们莽撞的上去，到时候恐怕牺牲了很多。宋支队，你马上联系武警那边的支援。就在这时，一阵阵急促的枪声响起，在场所有人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首长，现在怎么办？留下10个人火力阻击后方敌人，剩下的人优先歼灭前方毒贩。马德，屠查这是疯了吧？今晚上发什么疯？不对劲，如果屠查是为了运毒，怎么会提前入境？和情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分析，屠查很可能主要目的不是运毒。不愧是大佬，
在这种紧要关头还能够冷静下来分析。宋立国也是满脸冷汗的反应过来，当机立断招来一队人。你们几个先掩护首长撤退。胡闹！按照作战计划，不要管我，这是命令。宋立国还要说什么，结果下一刻就看到叶凡站在高小龙身后，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抬起了枪。叶凡，你要干什么？你朝我开枪，你他妈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承认是我开会时候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但是你也不至于找机会对我开枪吧？没给叶凡解释的时间，宋立国更是一个箭步冲上来，按住叶凡手里的步枪。小兔崽子，首长骂你是为了你好，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不，我刚刚是救了首长啊。你对我开枪，救我的！宋立国和高小龙满脸僵硬的扭头，就看到身后躺着2具尸体。敌人什么时候跑来的？热像仪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人？这个人躲过了热像仪，但就算是躲过了热像仪，咱们下车后也是在周围有放哨的。我也是刚刚从热成像看到对方漏了一点。这么说，咱们禁毒支队一早就暴露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小子还没转正吧？准确的说，今年还属于大4，目前属于实习期警察，刚加入队伍1个多月。这他妈是个天才啊！从一开始发现分析毒贩，到现在冷静的开枪，直接击毙了一个潜伏的毒贩，间接的2次挽回重要损失。没有逆天的观察力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小子在禁毒支队都是虚材，去刑侦重案组更能发挥天赋啊！高小龙眼睛一亮，看着叶凡赞许的点点头。好小子，真是个天才。虽然怕死了一点，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高小龙说话的功夫，我猛地发现毒贩尸体上漂浮着一个绿色词条。我在警校训练了4年，也就只有2个白色字条，如今却直接爆出了一个绿色词条。洞察人心，绿。当有犯罪分子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能够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好家伙，这如果是升级到了金色，岂不是直接就能够变成扫描雷达？一眼过去，周围所有人犯了多大罪名都能够感应到，这赚大了呀！系统如何升级词条？所有词条都可通过2种方法升级，第一种可以通过同等级别的词条合成升级，第二种可以通过经宿主抓捕审判罪犯后的罪恶值进行升级。当前词条弹无虚发，金洞察人心，绿武道平平，白当前审判罪恶值352。我要升级武道平平，扣除100审判值，武道平平，白升级武道小成，绿。下一刻，叶凡只感觉全身力量充沛，脑海中莫名多了一些之前记不住的格斗技巧。这也太神奇了！仅仅绿色词条就有立竿见影的感觉，那如果升级成金色，我岂不是要变成人间武圣，加上弹无虚发？如果把这些杂碎全都弄死，那得获得多少审判值啊？再加上爆出来的词条，不就相当于还没出新手村就直接成神了吗？小凡，你别发呆了，你的枪声让这些毒贩都加快靠近速度了。我们的位置都已经暴露，这里不能久留。等下突围的时候，你跟在我后面。不等他说完，叶凡抬手一枪，宋立国看到前方倒下的毒贩，直接惊呆。我去，深夜接近200米，你一枪直接中了。这小子8成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高小龙目光有些欣慰，看着叶凡连连点头。这小子果然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今晚上的表现彻底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运气好的简直有点离谱。也是和打牌一样，总会有新手保护期的。小伙子，枪法看起来还可以，运气好是一部分，但是不能否认自身的实力也有很大一部分。2人感叹的功夫，我快步冲到前面，对准树上抬手。2名藏在树上的毒贩瞬间跌落。这小子的枪法真有点东西啊！但无需发露头救苗，以后好好培养，把贪生怕死这个缺点给抹掉的话，以后绝对是警队的精英人才。我父亲在云海一言九鼎，母亲掌握着全市的经济命脉。我身为云海市顶级衙内，却选择低调进入禁毒大队镀金。然而在一次缉毒行动中，因为我贪生怕死，让京都的首长中了毒贩的埋伏，身死当场，导致我的父母被双规，我也被发配到偏远地区派出所混动度日，最后被我最好的兄弟和老婆联手害死。如今重活一世，我觉醒了警神系统，凭借弹无虚发的经验表现，让高首长刮目相看。宋立国，这小子真有点东西啊！以后好好培养，把贪生怕死这个缺点给抹掉的话，以后绝对是警队的精英人才。首长放心，我们一直都要对他重点培养。看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高小龙也不会秋后算账，还是先把眼前这关过去再说吧。还没等宋立国松口气，就听到耳边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叶凡早就蹲不住了。这可都是词条和审判值啊！等我狠狠收割一波，就能直接满级出山了。叶凡一个纵步，直接找了个角度冲上去，抬手开枪。叶凡，不要冲动啊！宋立国被叶凡突然莽上去的操作吓了一跳，高小龙脸色也有些僵硬。刚刚说这小子有点贪生怕死，结果后脚他直接就冲上去了，也太打老子脸了。对面那么多身经百战的雇佣兵，这他妈不是送死吗？叶凡，你赶紧回来！你这么乱射，除了暴露自己的位置，没有任何作用的。是呀，简直太意气用事了，以后还是要多锻炼。不管怎么说，叶凡自己表现的就已经很优秀了，
何况叶凡背景也不简单啊，出了什么意外，要我怎么和叶凡家里人交代？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这简直就是送死。如果身边有队友，那就是在害人害己，一不小心就能够成为队伍里面的毒瘤。宋立国听到高小龙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下来，急切地呼唤叶凡，不听指挥，恣意妄为，以为这样表现自己不怕死，就能够让人刮目相看吗？胡乱射击暴露位置，简直就是胡闹！叶凡，快住手！然而下一秒，高小龙眸光一扫，就看到靠近的3个毒贩，瞬间被击毙了。好家伙，这好像不是在乱射，这小子看起来不是新手保护期蒙的，好像是真有手法。刚刚那几个人都是你射的？对呀，怎么了？有啥问题吗？这么远的距离，带着热成像，3更半夜的在密林中，直接连射3枪全部爆头，你小子是个鬼吧？这不是有手就行吗？小子，你怎么做到的？看我只演习一遍。叶凡话音刚落，连头都不转，突然抬手开了一枪。下一秒，在宋立国和高小龙的眼中，已经有一个毒贩双手捂着脖子倒在了地上。卧槽，真的假的？就这么简单。高小龙深深地呼了口气，心脏也在不自觉地加快，强压下内心的震动。小伙子，你高叔一开始说话的声音有点大，希望你别往心里去。但你毕竟还没过实习期，战场很危险，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枪法就能够为所欲为，更不要膨胀。高小龙心里升起了爱才之心，结果话还没说完，只见叶凡又是一个前滚翻钻进前方的密林。这里比较安全，2位首长先在这里待着，后面的毒贩一时半会过不来，我去把前面的解决了。高小龙见状，顿时怒火冲天。这小子，我才刚夸他2句，无法无天，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叶凡，我命令你马上回来，前面危险，你还在实习期。 7天了，简直7天了。宋立国也是义愤填膺，怒气冲冲的附和：“首长，你不是督战这小子吗？只要这小子战场抗命就毙了他，这简直就是个毒瘤，是咱们队伍的害群之马，坚决要给毙了。现在敢抗命，以后就敢捅破天，坚决不能在咱们队伍里面留下这样的害群之马。”高小龙骂骂咧咧的语气直接顿住，目光悠悠看向了宋立国：“老子督战叶凡是因为愤怒叶凡贪生怕死，警告那些走后门的人，一线战斗队伍不是你们走后门的地方。叶凡都这个表现了，还枪毙个屁啊！这混蛋是不是在阴阳怪气我？嗨，小宋啊，毙了就算了，毕竟他是初犯，没必要上纲上线。”就在这时候，更加激烈的枪声响起，高小龙连忙用热成像看过去，只见一道红色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在密林里来回穿梭，每次有抬枪的动作，毒贩都被一枪毙命。卧槽！ 这太他妈残暴了！我在公安部门那么久的时间，也见识过一些兵忙，但好像也没有叶凡这么离谱吧？首长，这货的子弹是自己长眼了吧？脸好热，还有点疼，这是怎么回事？谁打我的脸了？与此同时的叶家内，我的父亲叶鹏副市长挂断电话，神色复杂的看向我妈。我刚刚收到消息，小天被高首长亲自督战上了前线，不过运气比较好，不是在第一线，只是侧面迂回。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接电话的竟然是金斗下来的高首长。算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希望今晚的行动顺利吧。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小凡甚至都没有转正，现在还被高首长督战，他一个新人第一次实战。高首长人还是不错的，不会公报私仇，故意让叶凡送死，所以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何况今晚出动了100多个武警，还有云海禁毒所有行动队人员，不存在意外情况。叶母微微放心，只是下一刻，叶鹏的电话铃声响起。当他听清电话里面内容之后，脸色顿时极为难看。周书记，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要担心，我们出动的人也有不少。刚刚我们调查清楚了，那些毒枭是营救屠查弟弟的。一开始的消息只是烟雾弹，军队的特种行动队伍已经过去了，你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军队还有多久能够赶到？今天大部分军队去了隔壁演习，最近的支援过去大概也要有1个小时。1个小时？太慢了，那群亡命徒可是全副武装的。叶副市长，时间不等人，立马调集所有警力，咱们先去支援吧。周书记，你跟我交个底，毒贩到底有多少人？武警那边的毒贩有100多人，咱们云海禁毒支队那边有接近200人，其中还有一队境外势力，疑似雇佣兵。叶鹏闻言脸色苍白，脑子嗡了一下，彻底炸了。这么说，那叶凡，而且高小龙和禁毒支队在一起，如果出现了意外，叶副市长，这里没有外人，咱们现在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完了，全完了！我儿子死了，对其他人来说没什么，但高小龙是因为孩子他妈一个电话，才亲自跑去前线督战的。如果高小龙出事，我们夫妻俩难辞其咎不说，整个云海的官场都要地震了。书记，对不起，说什么都晚了。小凡毕竟是实习生，没有转正，让照顾一下很正常，这也不怪你们。要是高首长知道这件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可惜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周昭为了昏暗的前途忧心忡忡，叶鹏想到叶凡这个儿子，心疼抽痛。节哀吧。听到这2个字，叶鹏全身一震。虽然不想承认，但禁毒支队怕是已经完了。我学会了失传已久的枪斗术，射出的子弹不但会不断，还能分清敌友自动锁定，这都是因为我觉醒了警神系统，把射击能力点到满级，在一场毒贩设下的毒。
一人一枪横扫2个，救下了京都来的首长。而此时知道情报有误的云海市领导，担心高小龙的安危，带上全部警力来到密林外支援。领导，前面比较危险，而且后续我们和禁毒支队的联系中断了，那些毒贩明显有备而来，我们不能贸然闯进去。有点不对劲，我们距离被埋伏的地点还有多远？大概还有不到2里路。叶鹏和周昭闻言，瞬间脸色苍白一片。只有2里地，现在连枪声都听不到，那岂不是完了？天塌了！叶鹏只觉得头脑眩晕，差点一头栽倒在地面上。孙建华赶紧伸手帮忙搀扶了一下。这些混蛋毒贩，该死！他们就不怕我们出动军队出境灭了他们吗？问问军队的支援什么时候赶到？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禁毒支队都是英雄，不能让英雄白白牺牲。让刑侦队的人摸过去探查情况。刑侦队长带着人刚想要行动，下一刻一阵脚步声传来，所有人迅速找好了掩体，做好了战斗准备。可恶，这些毒贩来得太快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拖住这些毒贩，拖到军队赶到。领导放心，我不会让禁毒支队白白牺牲，我们就算用命也会拖住他们。等等，那是宋立国带着禁毒大队走出密林，在见识了叶凡的经验表现后，此时高小龙还有一种活在梦里的感觉。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刚才那小子的操作，一个人弄死了100多个毒贩，还是正常人类能做到的吗？高小龙恍惚间看到了一群警察，在市委书记周昭的带领下，激动地走到他面前之后，高小龙一巴掌抽过去。卧槽，好疼！不是做梦，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一巴掌让周昭瞬间回神，激动得热泪盈眶。高首长，您还活着，我没有做梦，真是太好了。是啊，我也没有做梦，都没有做梦。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刚才竟然还骂叶凡那小子是害群之马，这哪里是害群之马，分明就是警神啊！周昭见高小龙没事，心中大定，赶紧开口补救。高首长，您放心，军队马上支援过来，一定会解决那些毒贩。你们先赶紧跑，我们来顶住他们。毒贩？哪有毒贩？是不是首长在战斗中受伤失忆了，或者说脑部受到了枪伤？不然怎么能够问出来这句话？此时叶鹏也顾不上安抚高小龙，第一时间寻找的就是自己宝贝儿子。局长好。局长，这都过去10多个人了，叶凡怎么还不出来？难道说他……叶鹏只觉得两眼一黑，下一秒就看到叶凡走出密林。好，宝贝儿子经过这次洗礼彻底变了，只是为什么周围的人都给叶凡留下了那么一大块地方？这是干什么？搞孤立吗？对，也许是我做的太离谱了，让这孩子以后老老实实的娶妻生子，做个文职，就这么普普通通的过一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叶鹏刚要上前，就瞥见高小龙正盯着叶凡，又表情复杂的看了自己一眼。完了，高首长这个眼神，儿子的前途算是已经彻底断了，我的前途也彻底完了。叶鹏想到这里，拉着宋立国走到了路边。老宋，这次小凡能活着，这份恩情我记住了，若有机会一定报答你。叶市长这啥意思啊？偷摸培养出这么一个天才，还藏着掖着的。叶凡的那枪都快自己长眼睛了好吗？他就算告诉我他会枪斗术，能让子弹拐弯，我今天都能信。局长，你那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宋立国刚要解释，叶鹏已经来到了高小龙的身边。高首长，我知道小凡是个害群之马，作为父亲，我没有及时的改正，我也有错，希望高首长给个机会，让叶凡调去后勤。如果说高首长您还有意见的话，我可以让叶凡离开队伍。叶鹏说完这句话之后，接下来也不敢说话，但是高小龙却感觉有些天塌地陷。天塌了，反了！你们汉东简直就是反了，竟然有人要把我的战神从警察队伍里面清理出去，放肆！高小龙怒喝一声，全场噤若寒蝉。此时军队的领导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几人的身后。刚才收到通知的时候，我还以为云海的官场完了，白白牺牲那么多缉毒警部说，高小龙要是出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啊！还好高首长没事，不过今晚这件事，他们肯定要被清算的，就是不知道牵连到什么地步。军队领导在心里面默默地为云海的领导们和警察队伍祈祷。高小龙满脸的阴沉，直接暴怒了一下：叶局长，你竟然要小叶同志离开一线队伍，你是何居心？心情低沉的叶鹏惊愕地抬头，周昭也是目光一变。什么情况？我刚才还在为叶鹏默哀，琢磨怎么和他撇清关系呢？但是高首长这语气有些不对劲啊，不像是要秋后算账的样子。你可知道小叶做出了多少的贡献？要是没有他，我们所有人都要牺牲。这一战我们被雇佣兵和毒贩前后夹击，小叶同志一人深入敌后，击毙了148个毒贩。你竟然说小叶同志是毒瘤，是害群之马！你如此污蔑我们英雄，如此打压我们的警神，是何居心？高首长在说什么？救了禁毒大队的是我儿子叶市长。虽然平日里我们关系不错，但我也绝对不能容忍您如此侮辱我们的警神。若不是小叶同志，我们所有人都要被毒贩歼灭在那里。报告，我们刚刚检查了战斗现场，总共统计了167个毒贩，其中5个还活着，但已经中弹，
其中14个因为中弹流血死亡，还有148个被一枪爆头毙命。军队领导的眼里瞬间变得火热。真的，这竟然是真的！我刚才似乎听到有人说叶凡是队伍里面的毒瘤，是害群之马。这么牛逼的人，你们警队清高不要，我们军队要了。高首长，我是驻守云海346团的团长。不，你闭嘴！你管，让你们支援不是刮风就是下雨。现在我们的警神好不容易一杆枪打出了我们风采，你竟然也敢跑上来，妄想有什么非分之想？你敢动手，我就敢剁了你的手！啊，是我唐突了。高小龙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了此刻缩着头、畏畏缩缩的叶鹏。万万没想到，儿子是个英雄，做老子的却畏畏缩缩是个孬种。不过看在叶鹏被警队培养了如此人才的份上，暂时就原谅他了。高首长，今天让您受惊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也好。看住了我们警队的小谨慎，别让别人有可乘之机。等详细的战斗报告统计出来，我就上报组织给你们论功行赏。是，保证看住。此时的叶凡一脸平静地站在不远处，其实早就进入系统空间开始傻笑了。卧槽！今天真特么是赚疯了啊！我一个地位不如警犬高的警队实习生，却在一次缉毒行动中，一人一枪团灭了200武装雇佣兵，救下了京都来的大领导，还有全队30多名缉毒警。只因我觉醒了警神系统，只要猎杀罪人，就能获取审判值，提升各项能力。系统，帮我打开面板。弹无虚发，金扫描雷达，金武道大师，红身强体壮，绿伪装小城，绿记忆超然，绿赌技小城，绿审判值1200。2金1红，还有1200的审判值。这次的行动真是给我赚麻了，只可惜图查那条大鱼没参加这次伏击，不然我这审判值还不得赚得飞起啊！我打开扫描雷达，心念一动，脑海中出现了一片地图，1000米范围内的所有犯罪分子都逃不出叶凡的感应。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迹啊！以后追击毒贩就方便多了。回头我再把武道大师提升到金色，再配合身强体壮，那就彻底变成6边形战士了。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改变了上一世的命运。第二天一早，叶凡睁开眼看到天花板，发现不是上一世令人绝望的场景，这才明白自己是真的重生了，不是做梦。小婵，吃饭了。来了吗？叶凡眼里蓄满泪水，思绪飘回前世。前世在昨晚高小龙战死，叶鹏夫妻俩在第2天就直接被停职双规，叶凡也被发配到偏远地区，还把父母留下的所有人脉全都用来帮助好兄弟萧博上位。直到撞破萧博和妻子王一菲之间的奸情，他才明白原来自己被骗了20年，就连儿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叶凡，你个废物！既然你都快病死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你养了10多年的孩子就是萧哥的。每次和你办事的时候，我都偷偷吃药。你是废物，你们一家都是废物，都不配有种留在这个世界上。叶凡想到这里，双目闪烁着令人死亡的寒光。王一菲还有萧博，准备好迎接我的报复了吗？小凡，你现在风光正盛，但是也要注意低调，有些时候太过锋芒毕露不是什么好事。好了，你也别说小凡了，警队是他自己考进去的，警局里也没几个人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没沾到你的光。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关于你那个同事萧博，他的晋升我已经给运作下来了，不出意外，几天的功夫应该能够彻底解决。不得不说萧博的虚伪真是厉害，即便是我爸这样的领导，也没有看清楚萧博的为人。如果不是我重生回来的话，也根本想不到萧博竟然能够干出来那种事情。怎么小凡，你不高兴？这件事情不是你求了我好几次吗？我求你的。记忆思索之间，叶凡终于反应过来。对啊，前世确实有这么一回事。萧博那个狗东西虽然百般阻挠，但是王一菲那个狗女人却一直在给我吹枕边风，我就拍着胸脯保证帮她这件事给办了。妈的，前世我怎么能干这么傻逼的事呢？现在仔细想想，王一菲本来对我若即若离，突然靠上来，恐怕早已经怀了萧博那个狗东西的种了，就是来找自己当接盘侠的。小凡，你怎么了？这件事要办确实难度不小，不然爸也不会一直拖到现在。不用了吧，萧博晋升的事情就算了。怎么了？萧博之前找我说他不喜欢走后门，我想了想，不能强人所难，所以就算了吧。好了，赶紧吃饭吧。萧博是个好孩子，虽然昨天萧博提醒让我给宋队长打电话照顾你，好心办了坏事，不过萧博也是为了你好。几乎是瞬间，叶鹏目光锐利地看向了叶母，叶凡更是死死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好了，我知道了，那帮萧博晋升的事情就算了。萧博他昨天临时请假，还要提醒我妈走后门，如果他不是提前知道什么，鬼都不信。看来我爸应该也是明白什么了。吃过早饭后，叶鹏坐车离开了家，叶凡换好警服后骑上自己的小电驴。2代子女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体制内工作9成9都是在隐藏着身份，这是一个潜规则。除了宋队长之外，战友们是不知道我的身份的。作为警队的实习生，还是小电驴适合我的身份啊。不过昨天高小龙说今天上班要给我一个超级大的惊喜，不知道是个人一等功，还是提前转正呢？叶凡刚回到警队，昨天回来的队友们对叶凡展示了极为高规格的态度，所有人都是笑容满面的打招呼。小叶来了。什么小叶？叫叶哥。对，哈哈哈，叶哥。就在这时候，一道意外的声音传来：叶凡，你来了，太好了，我以为你今天请假了。听说昨天高首长骂你是毒瘤，是害群之马，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禁毒部门内寂静的落针可闻，叶凡脸上满是讥讽，转头看向看
起来满脸担心的萧博。这个狗东西，昨天高小龙说那些话的时候可没有暴露我的身份，他这是一大早巴不得让全队都知道走后门的人是我。不过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吧。昨晚上老子灭了100多个毒贩，高首长更是追捧我为景山。还不等我开口，赵伟皱眉直接站起来。萧博，你干什么？吃错药了？哎呦，我的，说漏嘴了。这样吧，小凡，晚上请你搓一顿，这件事就过去了。正好你去帮我接杯水过来，等下我接着教你禁毒技巧。萧博比叶凡高了2届，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所以在进入禁毒支队后，叶凡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学习，这也是叶凡对萧博掏心掏肺的原因。但现在看清楚了萧博真面目，叶凡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小凡啊，我有点口渴了，让你倒杯水，你没听到吗？怎么犯错了？一句话就能够掩盖过去了？叶凡，我发现你的态度很有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改正。心胸狭隘，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禁毒警察？你是禁毒警察吗？你也配？叶凡，你想要干什么？现在上班时间，这里是禁毒支队，不是你发泄情绪的地方。萧博说完后，静静地等待着叶凡赔礼道歉。以前每次他一动怒，叶凡就慌里慌张地给他道歉，并且请他吃饭赔罪。好小子，今天敢对我发火，晚上的王一飞，我要站起来蹬！你是官二代怎么了？你舍不得触碰的女神，可是我的专属舔狗。下一秒，还在幻想中的萧博脸上一阵剧痛。你他妈敢打我，叶凡！你他妈一个害群之马，一个毒瘤！你竟然敢打我！你除了会走后门，你一个废物还能干什么？没错，我就是毒瘤，就是害群之马。咋地？你不服？你这个害群之马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被开除吗？我们关系好，你现在给我道歉，我还能够原谅你。看来他还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昨晚那场战役，这货的挑拨还真有可能成功。但现在这个小畜生怕是不知道我这个全警队的救命恩人力度有多大。好兄弟设局害我父母被双规，还把塞满了自己种子的苹果送给我当老婆，最后联合我养了20年的孽种混在一起。如今我重生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好兄弟的裤裆猛踹。这狗东西还指望我帮他疏通关系提拔上位，老子就算把你踹得不孕不育，你也不敢跟我翻脸。萧博此刻忍着剧痛，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却一脸的正义凛然。哥哥刚才口误，知道你脾气暴躁，不该招惹你。毕竟这些害群之马和毒瘤的话是别人骂你的，你萧哥错了，嘴没有个把门。现在咱俩就算是两清了。突然想起来了，萧博的那个相亲对象是个富商之女，一开始看不上萧博的条件，就提了个要求，如果他能在今年晋升2级警司证明自己能力，就和他结婚。前世他也是娶了那个富商之女后平步青云，不过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还不等我说话，赵伟已经怒气冲冲拍桌而起。够了，你说谁害群之马和毒瘤呢？被打断施法的萧博眉头微微一皱。昨天大领导针对于某人走后门，在大会上暴怒的事情。哦，叶凡，我不是说你，你不要生气，咱们毕竟做错了就要认，贪生怕死很正常，大家也能理解，毕竟是在第一战线，以后能够改正就好。萧博说着，还对叶凡鼓励一般的笑了笑，自以为自己高深莫测的样子。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怪异的看着他。还没等萧博声响，下一刻他身后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你说叶凡贪生怕死，是害群之马和毒瘤。队长，我的错，让这件事爆出来了。但我认为大家迟早都知道，队友就是背靠背，藏着掖着总不长久。他妈的，萧博这个狗东西！昨天大领导因为自己误会了叶凡，愧疚了好久。这个逼今天摆出这副绿茶婊的样子，今天到处嚷嚷，大领导想隐瞒都隐瞒不住了。这哪是要让叶凡难堪，这特么是让大领导没面子啊！宋立国脸上阴沉一片，拳头也不自觉地紧紧握着，咬牙切齿的怒哼：“萧博，你过分了！”萧博没有发觉异常，继续满脸正义的挺胸。哦，队长，我们战斗在第一线，谁放心将自己的后背交给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对不对？我认为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相，这也是为所有人负责。还不等萧博得意，脸上再次传来剧痛。你说叶凡同志是害群之马，你说叶凡同志是毒瘤，你说叶凡同志贪生怕死。谁他妈给你的勇气说出来这句话？叶凡同志昨晚上在战场奋勇杀敌，你在家里面躺着睡觉。叶凡同志一人面对200多毒贩，生死相搏，你在家里面吹着空调，现在你竟然还敢说叶凡同志贪生怕死？究竟谁是队伍毒瘤？萧博被扇得眼冒金星，同时心里也在发颤。回头看去，好多人都围着叶凡嘘寒问暖的说着什么。我看他昨天肯定得到消息跑了。我记得他2年多从来没请过假，偏偏就那么凑巧，刚刚好有大型任务的时候请假。是了，莫非知道危险，自己贪生怕死，竟然还来这里恬不知耻的污蔑叶凡同志？就是，如果不是叶凡同志，咱们这30多张嘴，昨天晚上全都得交代。什么情况？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了？叶凡那个走后门的废物不应该是大家的公敌吗？萧博心里几乎快要发疯了。下一刻，从门外走进来一群领导。恭喜啊，叶凡，1等功的排练，哈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叶凡同志，以后多提携。是了，
范哥，咱这条命以后就靠你了。你们在开玩笑吗？就凭借这个废物，还想要一等功？叶凡同志，昨晚紧急上报京都，对于你的奇迹表现，高层极为震动，并且为你特批一等功。我儿子，这是我儿子啊，太特么有出息了，但现在还不能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叶凡深呼了一口气，站得笔直，让高小龙把勋章挂在自己胸口。叶凡同志，委屈你了。什么？一等功委屈了？3等功站这里，2等功躺这里，1等功家属领，这可是活着的一等功啊！大领导是不是糊涂了？这是什么虎狼之死？是啊，大领导说的对，一等功确实委屈了。以昨天的情况，我感觉就算是特等功也有资格啊。首长，这竟然不是特等功吗？55年之后，所有人都认为和平年代已经不可能诞生特等功，所以取消了特等功，确实可惜啊。没错，本来我为你申请的就是特等功，上面考虑到特等功重启影响太大，而且你还年轻，以后机会很多。小凡啊，我为昨天的事情向你道歉，是我没有调查清楚武断了，冤枉了你。昨晚，高小龙把宋立国叫到办公室，仔细的了解了情况。首长，照顾叶凡的事情是叶凡的母亲瞒着叶市长和叶凡给我打的电话，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哎，是我太武断了，人家当妈妈的考虑叶凡是实习生，刚进入警队，让认识的人关照一下太正常了，我却险些冤枉了一个天才。首长，您千万别这么说，误会解开了就好。说来惭愧啊，以我这条小命都是人家救的，如果不是叶凡，咱们今天都得交代在那里。我要试试为他争取更高的功勋。高小龙想到自己昨天努力争取还是失败了，不禁遗憾的摇摇头。叶凡同志，鉴于你昨晚的卓越表现，完美的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特赐予一等功勋章，并且提前结束你的实习期，晋升你为2级警司。萧博眼睁睁的看着高小龙在叶凡面前亲自挂上了一等功之后还赔礼道歉，更是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2级警司。萧博被打击的头脑发热，站出来怒声质问：凭什么？这就是一个废物，凭什么获得一等功？凭什么直接破格提拔？他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走后门的二代。黑幕，这绝对的黑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我本以为高首长嫉恶如仇，没想到也不过是亨通一气。你说什么？禁毒支队是重要的地方，陌生人等严禁进入。你是谁？怎么跑进来的？领导，我也是禁毒支队的。为什么昨晚没有见过你？我不是说过禁毒支队所有人都要参加行动吗？我身体有些不适。这么说，你对叶凡同志的功劳不认可，认为他是毒瘤和害群之马？高首长，他就是一个废物，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废物。我这不是骂他，只是为了他负责。一个资质能力如此平庸的人贸然升职，对他未来不好。他还需要时间来进行磨练，而且一等功这种东西怎么能够颁发给这种废物？这简直就是离谱！真不知道萧博这狗东西哪来的勇气质问高小龙，看来嫉妒已经让他彻底疯了。高小龙本就是个火爆脾气，尤其是在了解到萧博情况后，更是怒火中烧。队友行动你请假，队友遇险你睡觉，队友立功你质疑，队友升职你嫉妒。我们禁毒支队这么高尚的地方，怎么混进来你这种害群之马？我一个警队实习生，单枪匹马剿灭200多犯，被组织嘉奖个人1等功，贪生怕死请假避战的好兄弟嫉妒我立功升职，竟公开质疑大领导搞黑幕。叶凡昨天在密林里为了战友们拼死拼活，你一个请假避战的怂逼，竟然质疑叶凡的功劳，你叫什么名字？领导，他叫萧博，是我们禁毒支队行动1大队的人。好，萧博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被无限制停职回家进行反省。萧博脸色苍白，只觉得天塌了。他是十里八村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想到自己被停职后家里面的反应，心态瞬间崩了。我不服，凭什么叶凡这个废物凭什么获得1等功？凭什么人家说2句就给人停职？难道天已经黑到了警队？你昨天口口声声说要清理害群之马，结果现在就因为他家里有权有势，所以我们这样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吗？就因为一个面对毒贩没有后退就能够获取1等功，那我们所有人面对毒贩都没有后退，为什么没有1等功？萧博自以为节奏带得飞起，得意的认为肯定能引起同事们的共鸣，环顾四周却发现没有一人帮他说话。好，我告诉你，叶凡同志为什么获取1等功？因为叶凡同志昨天一个人歼灭了150个毒贩。150个毒贩，这犊子吧！而且你停职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这个，昨天是你点窜叶凡同志的家里人给警队打电话，并且还是掐准了我在办公室的时间吧？那个座机电话号也是你给叶凡同志的家里人说的吧？真是没想到啊！我刚来到这里，竟然被一个小人给算计了，更是险些冤枉了一个天才警神。我只是关心叶凡同志，让他家里人了解一下情况，有错吗？萧博还在梗着脖子辩解，在场的都是人精，几乎都被气笑了。到现在你竟然还在颠倒黑白，心胸狭隘，嫉妒心重，你才是害群之马！要不是现在是和平年代，老子真想一枪崩了你！萧博听到高小龙的话，全身无力的坐在地上。高小龙的2个保镖直接把人拖出了办公室。不是，他这战斗力也太渣了，本来还想留着慢慢报复，让他生不如死，结果我还没出力，萧博直接人没了。
无限期停职反省和开除公职也没啥区别了。没想到啊，萧伯平日里看起来挺好，结果是这么恶毒的人。卧槽！没想到萧伯这么能算计，知道叶哥家里面有点关系，就暗戳戳的跑过去给了高首长手机号，让走后门，太他妈恶毒了。何忒简直太恶心了！妈的，我都不知道这里面竟然还有这段隐情。萧伯这个畜生真他妈该死啊！如果昨天晚上高首长真的有什么闪失，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本来昨天的行动不仅没有功劳，情报错误造成重要损失，还要追究整个云海禁毒支队的责任。但是功过相抵，加上叶凡同志歼灭了那么多毒贩，特意为你们颁发一个集体2等功。此时刚被丢出门外的萧伯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呼声，极度的双眼血红。集体2等功，我现在停职了，那也跟我没关系了。叶凡这个废物，凭什么这么好命？他妈的，这比杀了我还要让我难受。云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你现在升职的情况怎么样了？我爸说了，如果你不能在今年升职的话，我们的事就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的，我们家不要废物。我有把握，云来你等我，年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订婚的。萧伯挂断电话后，献媚的表情转变成了狰狞。叶凡，都是他这个混蛋夺走了我的人生，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叶凡并没有关注萧伯的离场，高小龙等着禁毒支队的警员们欢呼过后，脸色再次变得严肃起来。虽然大家都立功了，但是不要高兴太早。屠查这一举动是对我们国家的挑衅，这绝对是不能够容忍的事情。而且云海的毒贩日益猖獗，与云海的监管不到位有深切关系。我不管你们怎么做，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肃清云海的毒贩。是，保证完成任务。高小龙带着领导们离开后，宋立国立马召集所有人来到会议室。所有人马上行动，每个小队都有分配任务。从现在开始，所有人撒网式行动缉捕毒贩。叶凡同志，你们小队长昨天牺牲了，现在人手紧张，你暂时先代理队长，后续再进行人员调动。是。众人接到命令立即出发，叶凡和赵伟也全副武装地坐进车里。好家伙，升职加薪了！这不仅是警衔给升级上来了，就连职位都给升了。叶哥牛逼啊！以后就靠你罩着我了。还行还行，一般牛逼。赵伟这小子真是低调的可以，如果不是重生回来，打死我都不知道。这小子背景也是通天的，上辈子如果不是他暗地里帮了我一把，我的公职也一样保不住。叶哥，电话响了。王一飞，呵呵，上辈子他就是今天把我灌醉，然后骗我说自己怀孕了，让我给他当接盘侠。过去我把他当女神，他给萧伯当舔狗，还骗我养了20年的野种。不过我的报复计划要慢慢展开，现在就先晾晾他。我果断挂断电话，让赵伟开车离开警局。与此同时，叶鹏的办公室内，几位领导都没有离开。各位领导，我还是有点担心。叶凡同志虽然个人战斗力很是强大，但他毕竟是刚刚毕业，刑侦经验极为匮乏，让他领导一个小队，有些拔苗助长了。老宋说的有道理，战场上的枪法准，不代表抓捕毒贩也那么强。两人说完之后，不好意思地看向叶鹏，叶鹏也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这年轻人啊，有了功劳就不自觉的会骄傲，必要时候翻个小跟头是好事。高首长，原来这都是您的计划。哈哈哈，云海毒贩毕竟存在重大问题，关系错综复杂，不是那么容易查出来的。没有个老缉毒带着，保管室出去和无头苍蝇一样。臭小子，这次老爹也帮不了你了，希望你这跟头栽的别太大了。就在这时，一名女警突然拦住了叶凡的车子。叶凡、赵伟，你们2个等等我。李姐，你来干什么？刚刚宋队长把我安排你们队伍里面了。什么？卧槽！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加入禁毒支队也有3年时间了，你们都是俩新人，还没我懂得多。我对李子金倒是很有好感，他在队里没少照顾我，只可惜前世他也在昨晚那场战斗中牺牲了。不过也好，毕竟我现在算是6边形战士，有我保护赵伟和李子金，他们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喂，叶凡，你不会也和赵伟一样瞧不起女生吧？哪能啊，李姐，欢迎加入。叶哥，现在去哪？先上街巡逻吧。你俩行不行啊？上面下来了任务，让我们找到毒贩的踪迹，这样乱跑是找不到的。没关系，咱们先转一转，找不到再说。叶凡嘴角一咧，闭上眼睛，扫描雷达启动。叶凡一边指挥方向，一边仔细观察着路上过往的行人。来到雷达上显示的红点附近，就是这里，靠边停车。咦，怎么是这里？叶哥，咱们来云大干什么？叶凡眼神复杂地看着云大的校门，眼里泛起了一片泪花。云大，前世我妹妹就是被人灌下毒品后不堪受辱，从教学楼上跳楼自杀的。重生回来之后还没见过小鱼，她今天放学应该要回家吧？前世我妹妹被毒贩强行喂下毒品，不堪受辱，直接从学校天台一跃而下。如今我重活一世，提前带队来到云海大学与毒贩搭线，假装收受贿赂，等对方摊牌后直接掏枪。叶哥，放学了？是放假了。哦对，今天是礼拜6，看来咱们这礼拜的假期又没了。作为一名合格的缉毒警，整个云海上千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毒品的威胁之下，你还想要休假？进入缉毒队伍就要随时做好远离家人的准备，明白吗？
叶哥，我有罪。作为缉毒警，我思想认知不到位。哥，你怎么来了？你是特意来接我放学的吗？叶凡扭头看去，叶小鱼一个蛮牛冲撞钻进他怀里。我勒个骚高，叶哥，我看错你了，说好的要自觉加班，与家人保持距离呢。好了好了，别拱了，放假了吧？哥哥，人家饿了。走，哥哥带你吃大餐。那啥，队长，咱们还在执行任务，完不成任务指标有处分的。天大地大，陪我妹妹吃饭最大。叶哥，那我呢？光顾着和叶小鱼重逢，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前世就是莲心告诉了我小鱼自杀的真相。后来他为了帮小鱼报仇，费尽心思搜集那伙人的罪证，还是我帮着交给的萧伯。虽然把那帮毒贩绳之以法，却也让萧伯又多了一份晋升的功劳。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被改写了，一起，今天老哥高兴，随便点。老哥万岁！叶凡目光一扫，瞬间就看到了一道躲闪的人影，顿时眼泛红光，杀气一闪过。呵呵，高飞这个小畜生，云大的罪犯红点果然就是他。那位同学，刚刚看你一起跟着小鱼，应该是小鱼的朋友，一起吃个饭吧？那不是朋友，老哥，你认错了。怎么不是？小鱼，我这就要说你了，吃饭怎么能够扔下朋友一起？我刚刚看到那个同学跟在你后面给你说话。老哥，你气死我了，我不理你了。哥，你好，我叫高飞，是小鱼的同学，都是朋友，一起吃饭，不用客气。谢谢哥。老哥，你不是实习警察吗？从哪偷来的警衔？别乱说，你老哥的警衔还用偷吗？叶哥，你不会真的升职了吧？我记得你不是刚毕业吗？侥幸立功，破个提拔而已。不过老哥，就咱们吃饭，叫个包厢是不是太破费了？你就不怕老爸他报公账？破费啥？叶凡一边说着，一边用余光瞟着高飞。果然，此刻的高飞眼睛一亮，眼珠子不断转着。只要能钓高飞这条大鱼上钩，花点钱当然值了。而李子金和赵伟对视一眼，都沉默了。叶队这副嘴脸变得也太快了吧？那个萧伯和昨天的高首长都没骂错，这真的是害群之马啊！报公账走私，这么明目张胆的，真的好吗？嗨，队长，咱们队伍经费比较紧张。没事，我请客，叶哥给个面子，今天我请了。我等的就是现在，这小子应该上钩了。很快酒过三巡后，高飞举起酒杯，叶队长，我对叶小鱼一见钟情，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追求的机会？我发誓一定会对小鱼好的。叶小鱼闻言满脸怒容，拼命朝叶凡摇头。叶凡伸手拍了拍妹妹的肩膀，我妹妹长得这么漂亮，追求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叶队长，不知道能不能出去，我们单独谈谈。哦，可以啊。老哥，你小鱼在这好好等着。队长，你干嘛去？这货不会真的是害群之马吧？一个枪法有点好的害群之马。队长，咱们有警察法和公务制度，收受贿赂什么的是违法的。叶哥这做派怎么越来越像贪官污吏了？刚当上小队长就开始被人抢着请客，下一步是不是要收贿赂了？咱们是伟大的人民公仆，人民请咱们吃点饭怎么了？合理的听取人民诉求有什么错？高飞在一旁眼睛更亮了，而李子金和赵伟张了张嘴巴。叶凡，你我什么？队长，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有几个兄弟早就久仰叶队长了，已经在上面开好了包厢，就等着你了。前面带路吧。二人刚走到大厅，就看到不远处互相挽着的一男一女。王一飞、萧伯，你们这对狗男女被我抓到现行了吧？这对狗男女直接弄死都便宜他们了。叶凡从兜里拿出来一个隐形摄像头，对着王一飞和萧伯给拍了下来。高飞看到隐形摄像头吓了一跳，满脸戒备地盯着叶凡。哈哈哈，高老弟别紧张，那个女人是我女朋友啊。叶队长，您真没骗我。叶凡拿出手机拨通电话，果然看到王一飞从兜里拿出了手机。叶凡，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挂了？你什么意思？刚答应你的追求你就这么做，是不是你在外面移情别恋了？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就是要你给我买个生日礼物吗？你个穷鬼，如果没钱就早说，何必这样？卧槽，叶队长节哀。1分钱难倒英雄汉。高飞彻底的放松了所有警惕，带着叶凡来到顶楼的包厢。只有4个人，不对，前世这伙人被捕的时候一共是6个，也就是说现场少了1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下，叶队长，咱们云海副市长的公子，目前更是缉毒小队长，大家热烈欢迎。叶队长好。副市长公子，见到大人物了。叶队长，做缉毒警1个月多少钱？600块。才600？叶队长，你们出生入死，1个月才600？叶凡表现出了微微不忿的样子，毕竟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高飞见到叶凡这个态度，顿时大喜，从下面拿出一个箱子。叶队长，小见面礼，不成敬意。你们这是干什么？叶队长，这是我们兄弟的一片心意。叶凡打开小箱子看了一眼，思虑片刻，准备来个将计就计。叶队长，这里面是100万，你如果工作的话，一辈子能赚这么多钱吗？不用拐弯抹角，直接说吧，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有一批货想要运进来，叶队长您打天执勤边境，行个方便。这些人看我的眼神都很戒备啊，感觉随时都要动手的样子。你们都是云大的天之骄子，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天之骄子能赚几个钱？就像是叶队长，您警校辛苦毕业，父亲还是公安局长、副市长，但是有用吗？还不是两手空空。我们走一趟货，赚的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天文数字。你们啊，不过风险有点太大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叶队长，你们一趟货赚那么多，却只愿意给这么一点利润，风险和付出不成正比啊！叶队长，你说个数。什么？不好意思，叶队长，我去打个电话。好家伙，惊喜来得这么突然！本来想要救一下妹妹，顺便整个小毒贩，结果做梦没想到，这毒贩后面还有个贩毒团伙，功劳这不就来了吗？1个小时后，高飞带着整整5个箱子回到包厢。叶队长，钱都在这了。不错不错，你们还是很上道嘛。呵呵，只要能拖着叶家下水，他们现在吃多少，到时候连本带利的我都要收回来，就连叶小鱼，嘿嘿嘿。高飞心里这样想着，顿时心情大好，拿着水果刀切西瓜。叶队长，这西瓜不错。你拿刀想要干什么？你们这些毒贩不仅胆大包天，甚至还要公然用刀威胁警察。赵薇，你做如下记录：刚刚有4个毒贩公然用钱贿赂我这个人民的公仆，想让我协助他们运毒，我宁死不屈。毒贩妄图持刀行凶，我迫不得已拿枪反击，成功击毙3个，反逮捕1个，并且成功缴获毒贩500万的毒资。我只想切西瓜，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前世我妹妹被毒贩强行喂下毒品，不堪受辱，直接从学校的台上一跃而下。如今我重活一世，提前带队来到云海大学与毒贩搭线，假装收受贿赂，等对方摊牌后，直接掏枪爆。这帮混蛋竟然胆大包天到了这种地步，直接将云大当做了他们的毒窝，还租下了学校的一个创业园教室专门贩毒，这是把灯下黑做到了极致啊！如果曝光出来，无疑是地震级的消息。叶队长，怎么说？这500万够了吧？500万，你们也想要老子给你们做事？什么意思？亚华，你别不识好歹！小子，你耍我们，你以为是禁毒支队的人就安全了？你的家庭情况我们都了解，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想自己也要想想你的妹妹。叶凡，你太嚣张了！一个毒贩也能够明目张胆的威胁缉毒警，还想报复我全家？不好意思啊，你们没机会了。什么情况？刚刚谈的好好的，怎么转眼间3个同伙被击毙了？这叶凡不是草包2代吗？不是被我们贿赂了吗？你不能杀我！你是警察，你不能杀我！你们拿着水果刀干什么？是不是想要胁迫我？胁迫警察？队长，这是赵薇，你做如下记录：刚刚有5个毒贩公然用钱贿赂我这个人民的公仆，想让我协助他们运毒，我宁死不屈。毒贩妄图持刀行凶，我迫不得已拿枪反击，成功击毙4个，反逮捕1个，并且成功缴获毒贩500万的毒资。高飞的水果刀掉在地上，满脸懵逼的看着叶凡，接着崩溃怒吼：不，我没有，我不是毒贩，我只是切西瓜，我要举报你们禁毒警滥伤无辜。毒贩主谋在面对抓捕时候，还要一跃而起，妄图抵抗，本警官迫不得已再开一枪。叶凡平淡的拿着枪，吹了吹枪口冒出来的烟，然后淡定的放在了腰上。高飞惊恐的看着叶凡，疯子，这他妈根本就不是小绵羊，这他妈是一个疯子啊！我真傻，竟然想要用钱贿赂一个疯子。愣着干什么？记下来了吗？记了，别杀我！不是，我有那么吓人吗？赶紧先把他铐上。流血了，我在流血，我需要去医院。闭嘴！没看到我在执行公务吗？阻碍公务罪加1等，不知道吗？高飞被叶凡突然吼了一嗓子，顿时吓哭了。我要告你！我要告你！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混蛋！你不是警察，你是疯子，你就是一个神经病！李子金颤抖着手，拿着手机打给了宋支队。这小叶果然来电话求助了，还不好意思自己打过来，毕竟毒贩哪有那么容易找到线索？能杀一杀小叶的风头，这是好事。小李啊，是不是没什么线索啊？没线索可以带着你们的警犬去边境那边，协助边境警察搜寻过往的人，说不定能碰到。宋支队，不好了，我们在云大对过的盛祥酒店，叶队长他杀人了，枪毙了4、5个。你说什么？叶凡枪毙了4、5个？对，4个人被爆头，还有1个被打中了大腿。卧槽，坏事了！昨天忘记给叶凡做心理疏导了，好不容易云海出了个警神，如果因为心理疏导没有做好，而导致犯下了什么错误，或者滥杀无辜，即便是叶凡再大的功劳，这一关也过不去。我刚刚看到他们似乎准备了几百万，想要贿赂叶队长，结果被叶队长全部枪毙了。好了，不要说了，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就带人过去。半个小时后，宋立国抵达了现场，包厢里面横七竖八躺着4具尸体，还有一个受伤被捆绑的。宋立国面色非常严肃：叶凡，你知不知道，一次性出现了3个人的伤亡，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那都是直接捅破天的大事。宋之，现场这5个人都是云大的学生。妈的，你怎么还挺骄傲的？真他妈可是云大的天之骄子，天塌了！云大的天之骄子，你都能够毙了4个。宋之，他们不仅是云大的天之骄子，更是一群丧心病狂、胆大包天的毒贩。啥？毒贩？4个云大的天之骄子都是毒贩，这特么是好事吗？本来上面对云海就已经极为不满，现在重点大学都出现贩毒团伙了，不是更证明云海的毒贩猖獗了吗？
宋立国的脸色更白了，眼皮也在狂跳。毒贩，连云大都出现了毒贩，云大的天之骄子啊，毕业以后前途辉煌，怎么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云大是怎么教育学生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云大的创业园当成了他们的运毒中转站，搞了一手灯下黑。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们说的话，我甚至都想不到，竟然能够这么胆大包天。宋立国闻言彻底炸了，两眼一瞪，看向了叶凡。叶凡，你能为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负责吗？这消息要是传出去，那可真是要捅破天了，想压都压不住。我有10成的把握。刚刚他们拿出来500万想要贿赂我，甚至那个人拿着水果刀疑似想要袭击我。为了自保，我只能先下手为强，优先解决毒贩。这个是领头的，我特意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的，没问题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这些都不是事，不仅不是事，还是滔天大功。这个功劳叶凡是拿定了，但是我们云海禁毒队伍可能就不太好受了，上面肯定是要追责的。好在是我们内部发现的，就算追责也不会太严重。对了，我建议快点对高飞进行审讯，他背后还有人，而且可能还有漏网的同伙。不要你说，我也知道，他一个大学生接触这些罪犯势力，肯定是背后有人指示甚至引路。郭队长，你带人马上去学校调查，一旦证据属实，立刻封锁整个学校。叶凡，你跟我去找高首长汇报工作。宋立国带着叶凡匆匆走出饭店，又叫上了叶小鱼和连星2个目击证人。叶凡路过门口的时候，觉察到一丝阴冷的目光，回头就瞥见了看热闹的萧博。孙局长，我保证绝对真的，简直就是胆大包天，污蔑大学生是毒贩，就因为一己之争枪杀了好几个大学生。你放心，我绝对不可能骗您的，我用人格担保。此时的警局门口，高小龙带着一众领导，面色很是严肃。如果叶凡所说属实的话，我都不敢想云海的毒贩们有多猖獗，重点大学当成毒窝，重点大学生成为毒贩，这完全就是对官方的挑衅。领导，去创业园搜查的郭队长请求通话。接报告，这里是行动2大队，我们已经在创业园区查出了20公斤的冰毒。此时此刻，高小龙脸色已经阴沉的能够滴水了。刚刚在市委办公室，是谁说叶凡桀骜不驯是害群之马？是警队督刘恃宠而骄，因为一气之争枪杀4名大学生，应该被枪毙的。你们这些蛀虫给毒贩当保护伞，连演都不演了吗？我伪装黑警打入毒贩内部，掌握确凿证据后，将毒贩全部击毙，却被人诬陷滥杀无辜，引起全市领导重视，来到警局门口找我兴师问罪。结果还不等我到达现场，就真相大白。枪杀4名大学生，真是好大的帽子！现在证据确凿，那些在背后搞风搞雨的人到底是什么居心？要我说，叶凡他杀得好。缉毒警面对毒贩本身就承受了莫大的压力，随时都有丧命的危机，在这种时候，自己人还要在后面拖后腿。高小龙压着火气，目光看向了叶鹏旁边的副局长孙海波。叶鹏瞬间秒懂，看向孙海波的眼神也冒着火气。孙海波这孙子平时就和我不对付，背后没少给我上眼药，但这次他做的未免太过分了，不但越级上报，还添油加醋。还好小凡这次办的是铁案，不然我们父子俩真要在阴沟里翻船了。有这样的领导，怪不得云海的毒贩这么猖獗。领导这么干，下面的缉毒警们怎么做事情？谁敢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这样背刺自己的人手里？听到高小龙的这段话，孙海波心态彻底炸了。萧博这个混蛋怎么回事？平时我没少栽培他，这次竟然给我搞了这么大一个乌龙，他妈的！结果这狗东西不鸣则已，一次性被他坑了个大的。高小龙瞪了孙海波一眼后，也不打算继续追究，因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云大贩毒案。同志们，这是天大的耻辱！上面派我来已经是做好了云海毒贩猖獗的准备，结果没想到猖獗到了这个恐怖的地步，重点大学成为毒窝，重点大学生团伙贩毒，这是禁毒的失职，是你们整个云海的失职。领导息怒，眼下要抓紧时间对抓来的高飞进行审讯，这是唯一的活口了。这时，宋立国开车带着叶凡也来到警局门口，刚才众人的对话也被叶凡听了个大概。孙海波，前世我们家倒了之后，就是这个狗东西落井下石最多，而且萧博的上位之路也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后孙海波就查出和一件大案要案有关，而且还是被萧博这个反骨仔举报的。这辈子我倒是很想知道，萧博还能够走上一条什么道路。这次好像也是你谎报给孙海波，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萧博，这一世你还有什么资本？叶凡同志，你做得很好，你这次的案件破获的更是非常关键。现在时间紧急，你马上带人协助宋之，对高飞身后的所有贩毒实力开始追查。是。宋立国带人进入审讯室后，叶凡也跟着来到会议室录了一份口供。孙海波一直在思考对策，诬陷的帽子扣下后，他的生涯以后一片灰暗，必须要抓住叶家父子俩的把柄。很快就从叶凡的话里发现了漏洞。等等，我们怎么确定这不是你一开始所会，最后是发现了门外有人偷听，所以才报警杀人？孙海波，现在是了解案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也是了解案情，莫非你一开始都是想要受贿？而且根据监控了解，一开始不够，高飞还后面多运了400万，最后是不是想要杀人灭口？只是没想到李志新他们突然闯进去，只能够来得及射出一枪打偏了，没有毙命。孙海波话音落下，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了叶凡。叶凡嘴角一勾，满脸鄙夷，一枪没有射中，要不要孙副局长打个赌，让你跑3000米，给我一把狙击枪，我能让你一枪毙命。所有人突然想起了昨晚叶凡的恐怖战绩，心里的疑虑
率也散去了不少。孙副局长，你莫非不知道，我如果不索要贿赂，毒贩怎么相信我？我又怎么能够知道他们的窝点在云大？孙海波自知理亏，但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硬撑着走下去。你枪法好，为什么不留下他们，让我们进行布局抓捕？不仅是上级擅自行动，我一个人面对5个毒贩，你眼瞎没看到他们手里拿着武器吗？你敢骂我？我是副局长，问你2句怎么了？他们只是切西瓜。你说是切西瓜，他们就是切西瓜。毒贩凶狠，我们一线战斗人员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万一是为了暴起杀人，缉毒警以保护自己安全为第一要务，这是警察法里面的规定。或者说，孙局长，你去找几个毒贩交流，他们不动手，我们缉毒警就不能动手。何况我是立功，你寸功未立，却对我这个功臣当成罪犯审讯。孙海波，你是何居心？叶凡一套贴脸输出，孙海波看着所有领导满脸怒容的看着他，顿时心里咯噔一下。糟糕，惹众怒了。够了，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在争吵这些东西？还有孙海波，叶凡同志这是立功，你不仅没有夸奖，反而是咄咄逼人。想要干什么？叶凡同志是缉毒英雄，不是你手下的罪犯。周昭见高小龙发话，也是淡淡的扫了一眼，冷笑一声：孙海波同志个人干部素质还有待提高。报告，审讯结果出来了。虽然高飞一开始咬死牙关，不过在我们审讯专家的大意之下，成功让他知道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全面交代。这件事单纯的禁毒支队是顶不住，必须要上报京都。云大这个重点大学的案件影响太过于恶劣，乃至于恶劣到不能够进行公布的地步。叶凡看着高飞的口供，眉头紧皱。果然，高飞有隐瞒了。他虽然交代了贩毒的事实，也交代了学校的协助人员，但我记忆里面的第6人没有出现。这件事情必须要最快，而且要以最为漂亮的速度办理完成。只要解决了这次的案件，我就能得到萧伯前世的地位。攻守转换这波必须胜利。首长，他不老实，没有交代清楚。我也感觉是这样。叶凡，没想到你观察的这么仔细，没想到你小子不但枪法准，对刑侦也有想法。叶凡，说说你的看法。这口供上面，除了把学校的领导交代出来了，以及毒贩的路线都有，只是他一个大学生，怎么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一定是有人拉他下水。不错，我们刚刚第一时间调查了，包括你击毙的4个人家属，基本都是偏僻地区，家人老实巴交，基本上没有亲属有贩毒的可能。我这心里还是有些不对劲，只要那第6人没被找出来，叶小鱼就随时会遇到危险。对了，叶凡，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你最近要小心一些，你妹妹暂时不要去上学了。我伪装黑警打入毒贩内部，掌握确凿证据后，将毒贩全部击毙，却被人诬陷滥杀无辜。我一套贴脸输出骂的副局长孙海波狗血淋头，成功取得领导信任，但很快就从毒贩的口供中察觉出了对方刻意隐瞒了团伙第6人的存在。不管了，我先去把云大那个涉案的小领导抓了再说。宋芝，能不能找人帮我把妹妹送回家？老哥，你要小心啊！放心吧，我没事。莲心，你也先不要上学了，去我家里住吧，防止毒贩狗急跳墙的报复你们。有杀气，莫非是萧伯？这件人简直就是没完没了。还好我刚才拍下了他和萧伯的亲密照片，回头就找个机会把照片给萧伯那个富二代未婚妻，让他这辈子都没有翻盘的希望。叶凡，中午的时候是我声音大了些，我给你道个歉。什么事？你不爱我了，你现在都不关心我了，昨天还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是不是有新欢了？贱人，你和萧伯中午跑去酒店开房，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现在还有什么脸给老子打这个电话？你跟踪我？王一飞似乎意识到说漏嘴了，紧接着声音放缓。萧伯今天因为你被停职了，甚至还让你获得了1等功，他就是来找我问问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结果你想到了什么地方？你就对我这么不信任吗？好家伙，这不要脸的东西真是绝了！自己作妖被停职，结果赖到了我头上。如果不是这边查着毒贩，我恨不得直接踹门进去把2个人渣给毙了。好了，不要说这些了，我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萧伯说你被高首长看中，你去给高首长说一声，让萧伯官复原职，我就原谅你。你个贱人，老子说话你听不懂吗？老子和你有什么关系？真把老子当成绿毛龟了。叶凡挂断电话后，带着赵伟和李子金来到创业园。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第6人，我隐约有种感觉，他才是案件的一个核心。小叶，你们来了，这次你又立大功了。我已经在这边调查的差不多了，那个学校领导也已经抓捕了。你这次最少又是一个1等功，2天2个1等功啊！郭大队，主要是有一些案件细节我刚想到，来这里调查一下。怎么说？现在也只是猜测，那个涉案的学校领导在哪？我想先问问情况。走，我带你过去。你知道对方是贩毒吗？不知道，他们给了我10万块钱，只是让我帮忙给他们开个小教室。我如果是知道他们是做这个的，打死都不可能批给他们啊！只是租个教室就给你10万块，这钱你也敢要？
我错了，警察同志，给我个机会，我把这些钱都拿出来。这个管理员的罪恶之很浅，看来确实和那些毒贩不是一伙的。一共几个人出入，都说清楚。就是高飞他们5个人一起租的，不过经常有2个社会上生面孔跟着他们进来。你确定？我确定就是5个人。他们几个人还有接触过谁吗？我保证没有，他们给我那么多钱，所以我多关注了一下。现在麻烦了，前世我根本不清楚案件细节，第6人的身份可能是刻意隐瞒了。叶凡，你现在和郭大队在一起吗？在一起，我们在学校正在调查。你的预感没错，刚刚经过我们突击审讯，高飞已经交代了第6人的身份，魏柔，今年大4，云大的学生会长，还是云大的10大杰出学生。他现在有可能在学校，你和郭大队一起在学校进行搜查。是，我现在就转告高队长。对了，根据高飞的交代，这个魏荣的报复心很重，你要小心。好，我明白。一个学生会长虽然影响恶劣，但是没有到那种绝对保密的地步。看来这起事件的背后还有很大的牵扯。同样，这个功劳也会越来越大。就在这时，一群西装革履的人满头大汗的正在急匆匆跑进来。小同志你好，我是学校的校长连英，这里的情况你们禁毒队已经通知过我了。对于他们5个人的贩毒行动，我们学校甚为震怒。连校长的愤怒，我们警察都表示理解，希望学校以后能够加强管理。刚刚宋芝给我来了电话，根据最新案情，你们学校的学生会长魏荣是这个团伙的主导者，希望学校能够配合我们警方尽快抓捕罪犯。现在罪犯可能已经逃脱。连英和身后的领导脸色都白了。什么？魏荣？怎么又有什么不对？小同志，那魏荣家里是咱们云海富商，前段时间刚给我们学校又捐了款，并且魏荣的父亲还是咱们云海大会代表。好家伙，原来还是个顶级富二代，这种人怎么会参与贩毒？难道说他们一家全都？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前世萧伯仿佛开挂一样起飞。这个案件不但牵扯得大，而且还让他直接和联姻校长搭上了线。毕竟作为重点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可是很高的。如果这种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仕途，也难怪他这么上心。萧伯有这种资源，想不起飞都难。魏荣在哪个宿舍？我知道地方，我带你们去。小同志，前面就是魏荣的宿舍楼了。不过今天是周末，他说不定会回家。今天他刚拿了500万出来，人应该还在学校。连校长，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们不确定毒贩有没有危险的武器。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警告警告，地图预警！郭队长刚要带人进去，叶凡突然伸手把人拦住。怎么了？队长，那个魏荣手里说不定有武器。魏荣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学生，我们会小心，不会有事的。是啊是啊，小同志，你不用这么紧张，说不定魏荣今天不在呢。连英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叶凡一脚踹飞。你踹我！快，3楼第2个窗户开枪！连校长，刚刚情况紧急。谢谢你，小同志，刚刚是魏荣干的。要不为什么往死里严厉打击毒品？沾上这个东西，不管是贩毒还是吸毒，他们什么都能够干出来。还好今天周末，宿舍里的人应该不多。弟兄们，跟我冲！叶凡，你往哪跑的？毒贩在楼上。算了，这小子毕竟还年轻，我们先上去，以后慢慢教他吧。老子有上帝视角，你拿什么和我斗？叶凡守在窗口，几秒钟后，魏荣跳出窗口，看到叶凡拿枪指着自己，明显一愣，立马举手：“我投降。”我都说投降了，为什么还要打我？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投降先扔枪，你抬枪，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反抗？郭队长等人听到枪声，立马冲到侧门，就看到魏荣蹲在地上，2名队员立马冲上去把人按住。妈的，差点让他跑了！你小子行啊，连毒贩走位都给预判了。一般宿舍楼都有2个楼梯，我猜到了。你小子这波又立功了，还特娘的真是个干缉毒的天才！我要举报，我要举报这个警察，刚刚在我投降后还在故意对我进行射击，他犯法了，你们快把他一起抓了。毒贩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嚣张跋扈，以我家人的安全威胁，逼我在警局门口给他下跪。我一套4华连招，送给他半入肥大礼包，让女神木雅主动搭讪。小同志你好，我叫木雅，你们这是刚办了案子回来吗？我不叫小同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凡。你就是叶凡，那个废物。对不起对不起，叶警官，不好意思，我刚才不是故意的。呵呵，看来萧伯那狗日的背地里没少说我坏话。没关系，你来警局有什么事吗？我来找你们同事萧伯的，请问他还在外面执行大任务吗？啥？他执行大任务？看你们竟然刚抓了魏有道的儿子，这一定是个大案特案吧？此时的酒店房间内，正在紧急穿衣服的萧伯一下就愣住了。什么？警队又有大行动了？该死！偏偏这次的任务我没有参与。多对，如果叶凡把真相全都告诉木雅，那我岂不是彻底抱不上穆家的大腿了？萧哥，这么急匆匆的干嘛去啊？人家还等着你呢。今天才2次，再来吗？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今天必须约出来叶凡那个废物，并且想办法让那个废物认为这个孩子是他的。放心吧，萧哥哥，人家都已经计划好了，
绝对万无一失。叶法，你这个畜生，让你给老子养儿子，算是便宜你了。萧伯话音刚落，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让他脊背发凉，飞速离开酒店房间。怎么了？你们把他扔下自己执行危险任务了吗？谁告诉你萧伯在执行任务？萧伯说的，你们这个任务应该是萧伯带你们做的吧？不好意思，穆小姐，这个案子从始至终和萧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可能是执行别的大任务了吧？你还不知道吗？萧伯他被停职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萧伯这么优秀，怎么会被停职？怎么会呢？京都来的高首长亲自下令停职的。为什么？是不是你们冤枉他了？昨天萧伯那个龟孙跑到了叶哥家里，卡着高领导来警队的时间，忽悠叶哥母亲让他给警队里面打电话走后门，害得叶哥大会上被高首长疯狂批评。这个畜生构陷自己的同事，他做出了这种事情，这也太恶毒了啊！对了，请问你和萧伯什么关系？应该算朋友吧？那我劝你最好离他远点，吃人阴得很。叶哥以前对他一直端茶倒水，谁知道他暗戳戳的这么坑害叶哥，之前还让叶哥求他家里关系给他升职，叶哥都答应了，没想到这人背地里这么阴险。这些都是他做的。行了，别把穆小姐给吓到了。大队长给咱们休假了，该干啥就干啥去，等着咱们的功劳吧。穆雅出生在高干家庭，从小就有一种英雄情节，见到叶凡暴打魏荣的一幕，也生出了一丝结交的心思。等一下，叶警官，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吗？有什么问题的话，以后我想找你聊了。叶凡刚和穆雅交换了手机号，萧伯连滚带爬从出租车上下，一路疯了一样跑到穆雅面前。穆雅，不好意思，紧急任务，案子很大，我来晚了。不要相信他们，叶凡那废物是个富二代，你知道我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那2个人都是他走狗，在故意污蔑我。穆雅，你相信我，刚刚我在办理非常危险的案件，这个废物畜生却在后面偷偷诋毁我，简直畜生不如。穆雅有些犹豫，不知道该相信谁。这时候，一辆云大的校车开进了警局，一队西装革履的人拿着2面锦旗下车。这是什么情况？这些人是跟着萧伯来的警局？难道是我冤枉他了？小叶同志，感谢你，更感谢你们缉毒警，这是我代表云大全体师生为您送上的锦旗。对了，还有一面你们警队的，至于这一幅，则是我个人感谢您救了我。萧伯快要羡慕嫉妒的疯了，完全没注意穆雅脸上全是失望。这个废物，他怎么可能？这个废物一定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做到的。他们这样的官二代，凭借家里的关系躺着立功晋升。你是说那个叶凡，仅靠一个局长父亲就能够让云大的校长卑躬屈膝，联姻校长桃李满天下，而且级别比叶凡他爸还要高1级？这样的人会对一个小小的局长2代如此道谢？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联姻只听到一个响亮的耳光声，也没有在意，十分激动地握着叶凡的手。小叶同志，我已经特意和上级进行了汇报，说句不夸张的话，你挽救了我们云大，更挽救了无数师生。除了教育厅的奖励之外，我们也想好好感谢您一下。不知道您的大学是在哪里上的？毕业多久了呢？我在咱们云海警察学院毕业的，这是我今年大4下半年实习，还没毕业。太好了，小叶同志，我是云大法律专业的院长，我们郑重地邀请你能够报读我手底下的研究生。秦刚，这是那个超级有名刑侦与法律学专家，难怪上辈子萧伯过得那么顺，原来在解决了这起案件之后，他得到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联姻见叶凡愣神，赶紧帮忙解释。小叶同志，千万不要小看秦刚院长，他不仅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法律专家，更是在刑侦上也具备极高的建树，甚至有时候会被邀请加入总局的刑侦破获。没有，我就是有点惊喜，能拜秦刚教授为师，应该是我们谢谢你。对了，你们领导应该都在吧？帮我们带个路，我们云大要好好感谢一下你们禁毒支队。叶凡带着云大的领导们走进警局后，萧伯终于回过神来，赶紧苦苦挽回。小野啊，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骗你，叶凡真的是个废物。人家叶凡立下大功，我有眼睛自己会看，你不但在背后耍小心思坑害同事，甚至还到处造谣。萧伯，你让我感到恶心，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宋之，现在离开的是孟队的家属吧？但今天你去抓捕魏荣的时候，昨天牺牲的家属都来了，一家给了10万的抚恤金。宋之，孟队一家老小都没有赚钱能力，这点钱他们怎么活下去？这已经是特意优待了，正常情况是给不到10万的，你明白吗？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办案经费里面补出来的。今天我不是缴获了500万吗？你向上面申请，就说咱们办案经费严重不足，警员的福利待遇太差，这不利于剿灭毒贩。而且因为缉毒警的生活困难，毒贩都敢明目张胆的贿赂，把那些钱申请留在咱们禁毒支队改善福利不就行了？虽然咱们这2天立下的功劳不小，但是这个提议太难了。试一试吧，宋之，没能救下战友是我们的失误，起码也要让战友们的家人以后的生活好过一点。好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你，你写申请我批条子。高首长，
这个提议很好，只有提高警员的福利待遇，才能够让我们警员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第一线，没有后顾之忧。小叶，所有人都不看好你，包括我一开始也最不看好你，但偏偏就是你最争气，你连续2次给国家和人民挽回了巨大损失，功不可没。我可以做主，以后这些赃款你缴获多少，就给你们禁毒支队留多少，不要上交，这是我给你的承诺。本来这方面问题需要官府解决，但是现在我们能力很有限。谢谢高首长，那我先走了，回头还要做个心理诊断。这个案情有点复杂，我路上了解的不多，而且人是你抓来的，案子你发现的，诊断报告先不急，你跟着听听。毒贩被捕后扬言要杀我全家，给我一套4套小连招，喜提半身不遂套餐。毒贩装死不肯配合审讯，我拿出又粗又长的大电棍教他做人。犯人小叶已经抓到了，案子查得怎么样了？这个案情说复杂也并不复杂，但是说简单难度也很大。仔细说说，那个嫌犯的背景很硬。嫌疑人魏荣的父亲魏有道是20年前发家，最后做到了现在云海龙头企业，关乎民生的方方面面。以他做的这么大的生意，和他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最近缉毒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寻求刺激，家庭条件不错，但偏偏就是要吸毒贩毒行为。这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改善。不过正因为如此，禁毒才会变得刻不容缓，要坚决的杜绝这种不良风气。那个魏荣审问的怎么样了？宋立国尴尬的看了一眼叶凡，现在昏迷状态，有医生在这里进行简单的救治。手臂中了1枪，怎么昏迷的？这不是胡闹吗？这个案件很严重，上面时刻关注，一定要限定日期，尽快破案。昏迷怎么审讯？他上线是谁？怎么贩毒的？一定要尽快审讯出来。叶局这也太咄咄逼人了，我总不好说是你儿子给踹得不成人样。报告领导，在警局门口，这个毒贩太嚣张了，扬言要灭了我们全家，被我踹了一脚。这些该死的毒贩太他妈嚣张了，先去看看。众人来到医务室，就看到了被踹得面目全非的魏荣被绑在病床上。领导，刚刚我们处理伤口的时候打了一些麻药，不过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好，你们尽快。这孙子的眉毛好像动了一下，他妈的，搞了半天跟老子装是吧？高首长，我有办法，绝对马上能弄醒他。医生都建议等下让他醒，你别胡闹。小叶，魏荣身份不同寻常，领导就让我试试吧，抓紧时间破案才是重点。也行，那就试试吧。卧槽，叶凡你干什么？他都这样了，你这一电棍下去还有活路吗？是啊，小伙子冷静一点。叶凡没有理会3人的劝阻，对着魏荣的裤裆就按了下去。对，千万别！哇哇哇！我已经醒了。这叫声为什么和我儿子声音有点像？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魏荣的手下找到了一个叫做叶凡的缉毒警，想要贿赂他，最后被那个叶凡的缉毒警接连击毙了好几个。魏荣他在学校也中了1枪被逮捕了。他们疯了是不是？事情起因好像是魏荣看上了叶凡的妹妹，让手下高飞接触，想要通过叶凡把他们拖下水。根据他们调查的叶凡非常平庸，谁知道他竟然真敢直接这么干。这恐怕是你们指使的吧？别生气，你不是有关系吗？可以找找关系。再说了，以你的身份保下你儿子还不轻轻松松呢。叶凡，警告警告，有危险人物靠近。我去，这雷达上的红点比魏荣还要猩红2倍。领导，魏有道来了。我明白了，前世这件案子保密级别那么高，应该是牵扯太大吧？看来这个魏有道绝对有巨大的问题。我去和他聊聊。高首长，魏有道在云海颇有声誉，应该不可能和他有关系吧？是啊，没有动机。魏有道名望、财富、权力都有，铤而走险的走上这一条路，不太可能。那可不一定，说不定这是个大毒枭。几分钟后，宋立国推开门走进来。我刚刚和魏有道聊了一下，看他表情似乎完全不知情，也不像是演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萧伯就是在5年后又凭借这个功劳，在关键位置更进一步的吧？太好了，只要我盯紧他，这个天大的功劳就是我的了。这时，审讯专家走进来汇报：首长，审讯完了，和高飞交代的基本一致。好，我知道了，带下去治疗吧。小韩，警局给你预约了云海医院的心理课，回头去那做个心理检验报告。是。叶凡刚走出警局，就被一辆豪车拦住。小伙子，能不能聊一聊？我叫魏有道，圈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原来你就是那个毒贩老子，看你老实巴交的，怎么教出来那么一个丧心病狂的玩意？魏老板，你这教育有问题啊！怎么来找我报仇？魏有道脸上凶光一闪而过，很快又露出伪善的笑容。我的错，小伙子，听说你把他抓捕的，我是想要谢谢你让他伏法。那畜生回头就给枪毙了，你也不用谢我。不，叶警官，你为了国家和人民除了一个祸害，是一定要感谢你的。你人乖好嘞，我都要枪毙你儿子了，你还要谢谢我？叶凡，你个混蛋，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妈的，这个狗女人还有脸来找我，真以为我听不出来？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她和萧伯在做什么吗？不过这样也好，萧伯那个畜生这么喜欢这个娘们，祝他们在一起，木牙我就却之不恭了。叶凡冷漠地扫了一眼怒气冲冲的王一飞，冷笑一声：啊，刚刚给你拉黑了。
肯定接不到你电话。你这个废物敢拉黑我！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贱人，以后别在老子面前装。叶警官，我说怎么没有时间陪我聊聊？原来是和女朋友闹别扭了。这毒贩真是太嚣张了，今晚说什么都要干了这货。叶凡冷哼一声，没有理会二人，直接离开。有点意思，这是怕我报复吗？所以故意和女朋友闹别扭。但是你想不到吧，我已经看穿了。呵呵，失去亲人的滋味一定很痛苦吧？在我面前，你还差得远呢。萧伯怎么办？今天被他撞见我们进入酒店，他现在好像对我很失望，不理我了怎么办？不理你，你不能给他一点甜头吗？但是你说的不能让他碰我。虽然叶凡那废物一直没有脑子，但是你也不能一点甜头都不给他，吊着他至少给他点甜头，牺牲牺牲。但是他不肯见我啊。好了，你先回来，我们想想办法。小五，你去叶凡的家里找他家里人。叶凡他妈妈和这个废物一样，脑子简单，也很好骗的。好，那我现在就回酒店找你，便宜这个废物了。看来需要小小的牺牲一下了。今晚就和这个废物睡一张床吧，想必这个废物到时候一定感恩戴德，到时候再慢慢拿捏。与此同时，叶凡正慢悠悠骑着小电驴，前方不远处突然出现一辆小轿车。警告警告，前方出现未知危险，请宿主保持警惕。我操！还好我有扫描雷达，不然可真是暗箭难防。这群亡命徒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吗？叶凡浑身汗毛竖立，双眼死死地盯着对面的轿车。突然，轿车爆发激烈，叶凡正准备闪避，车子却突然朝他身后冲去。不是我。叶凡回头看去，那辆车撞飞一人后，立马调转车头准备逃逸。叶凡也赶紧骑车跟上。哼，就先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吧。今晚上安排老六过边境出国，先去旁边国家躲一躲。这小子以为有个警察老爹就能够在这云海牛逼起来了，打电话告诉这个单纯的小伙子，今天只是个教训，给点钱，看他收不收。先想办法把阿荣救出来，希望他不要不识抬举。我知道了，老板。这小子不会是失去挚爱的女人就疯了吧？拿着一个有效射程50米的破手枪，对着300米开外且开车的人射击。老板，车不动了，你快看，车里的老六被拖下来了，好像中枪了。你说什么？不好，老六可是跟着我起步的老人啊！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快去看看，绝对不能让老六活着。上一世，我最好的兄弟和我老婆偷偷给我戴了20年绿帽子，如今重活一世，我直接撕破好兄弟伪善的嘴脸，果断和狗女人划清界限。在我抓捕毒贩立下泼天功劳后，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锁定在我的身上。这小子的罪恶值不低啊，比魏荣还高一点，看来也是一条大鱼。叶凡略微思索了一下，又把目光转向肇事司机，说：“谁派你来的？”我不对，他这个状态不像是喝酒了，难道说是瘾君子？叶凡把司机铐住后，正想着去看看伤者，耳边就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孩子，我的孩子。”我去，所以叶雨那个小杂种，这次还没出生就没了。你没事吧？我帮你叫救护车。刚才谢谢你救了我。呵呵，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口中听到谢谢。叶凡，我都这样了，你就没有想着关心我，反而是在这种小事上面纠缠。刚刚我还以为你稍微成长了，结果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老子为什么要关心你？救了你，还欠你了咋的？等一下，我就在歹徒正面，他为什么绕开我去袭击王一飞？难道说是魏有道误会了？这么做是想要对我的报复和警告？妈的，看来真的要赶紧解决掉他，不然我真正在乎的人可就危险了。老姑，你说叶凡这小子怎么做到的？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之前也没看出他有刑侦天赋啊。宋之，这小子以前绝对是藏着了，不说昨晚，就是今天抓捕那个魏荣，行动果断的样子哪有以前唯唯诺诺的影子？没错，你也算是看着这小子长大的，以后多照顾一下，尤其是给他做好心理工作，不要让他立功就飘了。这年轻人啊，就是容易飘。放心吧，就他那手神乎其神的枪法，我感觉不出2年，这小子就能成为咱们队伍里面的顶梁柱。你说什么？卧槽！毒驾司机恶意撞人，而且还要进行2次碾压，人被你救下来了，小叶同志干得好啊！宋之，什么情况？这货又要立功了？臭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别说了，我都羡慕这小子的运气了。别人的1等功是躺着拿的，这货的1等功是批发的。现场距离咱们警局不远，先去看看再说。小叶，伤者情况怎么样？情况比较严重，下体在流血，具体要等医生检查，我没有动他。那还好，好好审讯一下。咦，等等，小叶，这不是你女朋友吗？听到郭大队这么说，宋立国也是惊讶扭头。小叶，这是奔着你来报复的。她不是我女朋友，郭队长你可别瞎说啊！
分手了？早就分手了，和我没什么关系。很快，救护车过来把王一飞接走。这次给你申请个3等功，估计没什么问题啊。就3等功吗？宋立国看着叶凡有些嫌弃的样子，瞬间脸都黑了。滚！赶紧去医院做个心理评测，算你带薪休假2天够不够？够了。等到队里的人离开后，叶凡直接被拉入系统空间。检测到宿主荣获多次功劳，集邮成就任务开启。任务1，请宿主集邮3次1等功，获得奖励财神词条，佩戴后每分钟可诞生一定数量的财富。任务2，请宿主集邮1、2、3等功各1次，获得奖励掌管身材的神词条，佩戴后宿主将会获得全世界最为完美的身材以及协调能力。这个任务很屌啊！我在云大案里救了联姻校长，应该会破格给个1等功。那任务1就差1次了，如果灭了魏有道的话，这个功劳起码也是个1等功。至于任务2，先随缘积累功勋吧，多破几个案子总会完成的。叶凡随即开启了扫描雷达，一路追踪红点来到郊区一处厂房外。是这里了，这么隐蔽，怪不得制毒工厂在这里这么多年没有被发现。老丁，这里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确保安全，小心走漏风声把条子引来了。老板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你心里有数就行。最近云海严查毒品，听说有大领导亲自下来督查云海禁毒，恐怕很快要展开很大的禁毒行动。不过这批货很重要，做完这批货就暂时停手，等风头过去了再说。明天这批货就能凑齐全了，越快越好。最近收敛点，叶凡其他的家人先不要动，但是找个机会把那个叶凡的缉毒警给干掉。老板，我们查到那个叶凡的父亲是咱们云海的局长，这么做是不是？局长怎么了？要不是因为上面已经注意到了云海，我把他全家都给灭了。幸好我行动的早，要是晚点，恐怕这个魏有道气急败坏要对小鱼他们动手了。什么情况？厂子里面来新人了？没有，最近那些条子到处巡逻查线索，我们哪敢找新人进来？魏有道听完，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猛地看向了墙壁，大喝一声：“谁在那里？切，把人给我找出来！”与此同时，省厅会议室内，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带着严肃。今天下午，禁毒总队在汽车站查到一批毒贩，但没想到那批毒贩带着大量枪械，致使省厅禁毒警猝不及防，牺牲6人。同志们，咱们省城成了毒窝了，云海的毒品犯罪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高首长，听我们解释。我不要听什么解释，我要看到效果，我要看到你们查处毒贩的决心，更要看到你们查到大案要案。高首长这话说的，大案要案哪有那么简单？现在这帮毒贩不但穷凶极恶，而且越来越狡猾了，没办法，只能拿视觉撒气了。沈寒突然怒气冲冲地对着叶鹏指责：“省厅的禁毒总队监管全省，所以顾及不上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市局的禁毒队伍是怎么回事？怎么办案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你们市局的无能。这么多年，你们自己有一件拿得出手的大案要案吗？禁毒形同虚设，毒贩肆意猖獗。那个厅长，我打断一下，昨天我们局里一位枪王当场击毙了150位毒贩。我知道，用你提醒吗？除了这个，那什么，今天我们又破获了云大的贩毒案，那位小叶同志又要获得了第2枚1等功。别吵了，小叶同志虽然优秀，但毕竟年轻，还需要时间培养。对于今天的案情，惊动了京都那边，要求联合禁毒总队、刑侦总队以及市局支队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沈寒，你作为厅长，担任专案组长。众人刚要回答的时候，宋立国的电话突然响了，所有人的目光朝这边看来。宋立国看到叶凡来电，挺了挺胸，接通电话：“喂，小叶同志，你说。”宋之，我在高陵山头发现了一个制毒工厂，不仅如此，这里的老板也在，就是魏有道，请求马上支援。你说什么？你发现了魏有道的制毒工厂？你一定要藏好，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我马上安排同志过去支援。我被发现了，有狗闻到了，坚持住，我马上过去，电话不要挂断。你刚刚说叶凡干啥了？局长，小叶刚刚找到了一个制毒工厂，现在他被毒贩发现了。我开启扫描雷达搜查毒贩，意外发现制毒工厂，刚向警队传递出消息，就被毒贩发现，从4面8方向我包围过来。省厅的支援起码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我的子弹根本支撑不到那个时候。系统，我要加点，所有的审判值都帮我强化身体词条。下一秒，一股暖流从身体里翻涌而出，叶凡只感觉浑身的肌肉都要爆炸了。此时，2名毒贩过来搜查，叶凡一眼就看穿了2人身上的破绽，随手捡起一根树枝。我去，这肌肉记忆比我想象中还要牛逼啊！根本就不用大脑思考，
顺理成章就出手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刑侦能力的词条，不然这次跟踪也不会被轻易发现。叶凡收起思绪，收缴了毒贩手里的 AK。这时，另外2人也赶来支援。叶凡抬手2枪直接爆头，接着趁着夜色钻进了制毒工厂。卧槽，这是什么级别的高手？拿树枝直接把人插死了。老板，这是条子找来了吧？下手这么凶，不可能是条子。条子里要是有这种级别的高手，咱们这工厂早就该暴露了。魏有道脸色苍白，环顾四周，大喊了一声：“不知道哪路好汉来这里找我？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周围寂静一片，魏有道额头冷汗直冒，想不出来是得罪了谁。老丁，你去让里面的兄弟都拿着武器出来。收到。老丁弯着腰朝工厂跑去，刚跑到工厂大门，一声枪响在他耳边炸开。卧槽，好快的枪！这，我到底是得罪谁了？就在这时，工厂里一片骚乱，20多个人拿着枪械从工厂里面跑出来。老板，外面发生什么了？怎么有枪响？来的正好，来了个杀手，在围墙那边，你们去杀了他。兄弟们，一起过去！此时的叶凡正开启扫描雷达，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红点。这帮人在雷达上一个个都红的发紫，加上魏有道，一共28个人，这得多少罪恶值啊？他在这。还剩26个，枪声在这边，兄弟们上！叶凡心中警铃大作，一个闪身飞速逃离。下一秒，一群毒贩对着叶凡刚才的位置疯狂扫射。我操，这帮狗东西装备挺齐全啊，连手雷都搞到手了。队长，人不在这边啊！没人，怎么可能？加上魏有道和保护魏有道的保镖以及秘书3个人，这些工厂里的防化服毒贩还有18个人。这把枪还有10发子弹。此时的魏有道躲在车后，听着保镖大虎的汇报。老板，算上老丁和一开始的4个人，我们一共死了15个人，但是咱们现在连人都没见到，死的人还是被枪爆头。老板，咱们先跑吧。对，咱们还有后门，扶着我，咱们从后门跑。老板，有没有可能是今天下午的那个缉毒警？他可是隔着几百米就击中了6哥。不可能，下午那一枪就是他运气好，资料上写的他就是一个废物，除了有个局长老爹，他连禁毒队伍都进不来。老板，别琢磨了，事不宜迟，咱们快跑吧。另一边，叶凡绕着地形继续猎杀毒贩。不错，这趟真是审判值赚的飞起，可惜词条只有中医小白这一个有用的。等会这几个人每个人至少值500。孙贼，你们别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们放下武器投降。你是警察吗？如果是警察的话，我们就不反抗了。这就投了，真没意思。你是人是鬼？少他妈废话！全部双手抱头蹲下。眼看6人全部抱头蹲下，叶凡刚要上前，有2个人突然朝他扑来，另外4人扑向地上的枪。呵呵，早就知道你们这帮毒贩穷凶极恶，给你们机会你们也不中用啊！不要开枪，我下辈子不要做毒贩了。与此同时，云海的公安系统已经乱成一团，所有警力都朝着高陵山集合。高首长，目前我们已经征调了武警行动队伍、缉毒队伍，还有特警队伍，共计1000人前往高陵山封山。好，所有人以最快速度冲向高陵山，不惜一切代价，一定在小叶遇到危险之前赶到现场。明白了，看来叶凡这小子真成了大领导的心头宝了。这要是能活下来，以后在公安系统里面还不得横着走啊！领导，20多个毒贩，没有人迂回，那小子再怎么强，恐怕也危在旦夕吧。对讲机给我，我要联系前线。高首长，有什么指示？我这里是指挥部，你们到了吗？马上，已经在山下了。怎么这么慢？按照时间，现在预计应该已经快到高陵山了，怎么还在山下？我命令你们以最快速度冲上去。报告首长，因为孙局长认为要等一下武警队伍，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惊扰那些毒贩。此时的高陵山下，孙海波洋洋得意地看着山上。叶鹏陪着大领导在指挥部，也就是说，今天捣毁制毒工厂的功劳全是我一个人的了，哈哈哈！叶凡的小命换我的晋升，我还得好好感谢他。注意，高陵山此刻已经没有枪声了，这证明战斗已经停止了。我们现在上去，可能反而会放跑那些毒贩。等一下围山，不要放过一个漏网之鱼。孙海波下达命令之后，从宋立国手里抢过对讲机，报告领导，这里枪声已经完全停止，没有任何战斗的声音。我们有理由怀疑叶凡同志已经遇害。为了减少更多损失，我一律主张暂缓等待武警封山行动。高小龙和沈寒紧皱眉头，对视了一眼。小叶同志冲动了，希望小叶同志不要有危险才好。10分钟后，武警的大部队也赶到了现场。
我们的一位同志很可能已经遇害了。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冲动的进去，也是怕那些毒枭趁乱逃跑。你们来了正好封山搜索，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配合行动，都听你们的。呵，搜山，禁毒队伍带着人跟我冲。孙海波刚套上3层防弹衣，隐隐约约就看到树林里走出3道身影。谁？快抓住他们，抓住这些毒贩！等一等，先别动。宋立国，你特么要干什么？这些毒贩要是跑了，我拿你是问。孙局长，这些毒贩好像已经戴了手铐啊。我操，这不是魏有道吗？还有叶凡那个小逼崽子，怎么会这样？他特么命怎么这么大？叶凡，你怎么回事？电话怎么关机了？刚才追毒贩摔坏了。那些毒贩呢？啊，那些毒贩都被击毙了，只剩下他们2个了。你放什么屁？20多个毒贩，你全都击毙了？我昨天干掉了100多毒贩。哦，对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没在。叶凡说到后来，满脸讥讽的恍然大悟。对哦，他昨天没跟着行动，所以集体功劳也没他份。不过这个孙海波确实是个祸害，前世就是因为他损失了好几个卧底。等忙完这段时间，要去找孙海波那个鳖孙了。孙海波被叶凡噎了一下，很快就冷笑一声：“呵呵，昨天那是我们30多位同志们平时抵抗吸引了所有火力，让你枪法好点立功了。今天一个人面对20多个毒贩，小叶啊，谎报情报可是要给大处分的。”妈的，我说萧博怎么有那个脑子？还有消息渠道，多半就是孙海波在后面谋划的。我现在2代的身份属于半公开，要是当着这么多人顶撞他，他肯定要给我老爹找麻烦了。孙局长不相信，可以自己去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大勋，你带人先把叶凡同志带回警局，我们先过去查询案情，不要让叶凡同志离开警局。孙局长，小叶同志刚刚经受战斗，现在最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伤势。案件还没有清晰，这么大的案子出现纰漏，你负得起责任吗？而且他不好好在这站着吗？检查什么？小叶，你看，没事，魏队长，我跟你走。我孤身一人深入制毒工厂，解锁满级格斗术，将毒贩一网打尽。副局长嫉妒我立下泼天功劳，不仅直接把我关进审讯室，还恭敬地请毒贩坐在沙发上喝茶。报告首长，叶凡同志独自一人消灭20多毒贩，还生擒了2人。这是宋队长传回的现场照片。这些尸体多半是爆头，还有10具尸体，全部都被近身格斗一击毙命。这位小叶同志还精通格斗术。你说什么？近身格斗？高小龙抢过沈寒手里的照片，看过之后倒吸一口凉气。枪法无敌还会近身格斗，这他妈是一个天才啊！而且还善于挖掘和打击毒贩，此子天生缉毒圣体。高小龙想到此处，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沈寒。整个云海毒贩猖獗，那么多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案子给全国人民看看。人家小叶同志来到警局1个月就破获了2件大案，你们感觉羞耻吗？多羞耻！小叶也是我们云海系统里的，他的也是我们的。呵，小叶同志在哪个医院？我要马上见小叶同志。什么医院？叶凡同志他在市局啊。谁干的？怎么办事的？小叶出了事情，你们谁能够负责？高首长别急，可能只是回来询问案情。今天小叶同志忙了一天，即便是任务再怎么重要，也该去医院检查。有什么要问询的也能在医院，怎么能够这么胡闹？高首长，您去哪？去市局。这都是孙局长交代的。小叶，先委屈你了。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而且不仅没有问题，这还是天大的功劳。只是孙海波局长让我看着你。魏大队，你放心，我明白的。也不知道你怎么得罪的孙局长，从你进入警局开始，我就看他对你有点意见。回头我请你们吃个饭，有什么事情说开了就好了。我现在几乎可以100%确定，萧博骗我妈打来的那通电话，就是孙海波在背后策划的。这个下三滥的狗东西怕我爸报复，肯定要不遗余力的骗我犯错。叶凡想到此处冷笑一声：我和孙局长能有什么矛盾？那孙局长看我不顺眼，我也没办法，总不能他看我不顺眼，我就要给他赔礼道歉吧？他们神仙打架，可别拉上我。与此同时，制毒工厂内，孙局长有发现，这里有800公斤的毒品都是纯的，这要是散布出去了，得祸害多少家庭？你说什么？800公斤？整个支队几个月都不一定能够缴获这么恐怖数量的兵，这么大的功劳全让叶凡这个小畜生给占了。孙局长，现在已经能够确定这里的问题确实是一大伙毒贩，魏有道的车辆更是停在外面，说明魏有道确实是背后的大毒枭。这已经代表小叶同志没有问题了吧？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抛却私人感情，查出来这些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制毒工厂。但是前因后果我们明白吗？我承认叶凡发现这里确实不错，但是他没有命令私自行动，谁给他的权利？这里面有没有问题谁知道？相信他的一面之词，顾及私刑查案，就代表辜负了人民和群众。什么？你什么你？小宋，你有什么意见吗？我当然有
有意见。另一边，高小龙和沈寒刚来到市局，就看到魏有道坐在沙发上。高首长，好消息，从制毒工厂里面查获了800公斤的冰，那魏有道也算是个人物，已经功成名就。如果不是小叶同志，谁能够想得到这货竟然是云海的大毒枭？呵呵，说到底，利润让人疯狂，赚了那么恐怖的利润，再赚辛苦钱总有心理落差，这就是很多毒贩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的原因。不过有一句话你说对了，小叶同志出乎预料的优秀，没有小叶同志，以你们的能力，确实很难破这个案子。小叶确实是一个人才，找机会抓紧时间提拔起来，这样的人才在基层简直太浪费了。让我进去，叶队又不是犯人，你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有那个时间，你们不去审讯魏有道，为什么要在这里看着？别胡闹，谁也没说小叶是犯人，只是死了太多人，事情非同小可。现在小心一点，调查清楚了就出来了，到时候还是大功一件。谁在里面？高首长，是叶凡同志。你说什么？审讯是没给毒贩第一时间使用，反而给抓捕毒贩的英雄使用，这是胡闹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报告，我叫魏勋，2大队的队长。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毒贩没有审讯，自己的同事审讯上了？那个孙局长说，魏有道身份特殊，先调查清楚情况再进行审讯行动，而且案情复杂，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人民群众负责。高小龙一脚踹开审讯室的大门，看到坐在审讯座椅上的叶凡，当场就被气笑了。好，真是好样的！你现在立刻给孙海波打电话，让他过来。我马上。高首长，沈天，小叶你没事就好。首长，这是当时的记录仪，因为孙局长让我回警局，我第一时间就没交出去。与此同时的高陵山下，孙海波拨通了萧博的电话。萧博啊，这没你在我身边接话，我还有点不适应，最近2天回来上班吧，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是，感谢领导，我一定努力跟上您的脚步。你等一下，我有个电话进来，什么事？我很忙，直接说。高首长要见我，好，我这就回去了。身居高位啊，就是这样，总是身不由己。领导的看好总是令我受宠若惊。小王啊，听过高首长吗？局长，您是去见高首长吗？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小伙子不错，我很看好你，好好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转正了。此时的会议室中，叶凡带着高小龙等人正在观看录像。高首长，案件毕竟太重要，我的意见是立马审讯魏有道，而且我在这里也能够通过录像来详细的叙述案情。好小子，专心致志破案，一句委屈都没说过，可比孙海波那个天天想着搞人际关系的废物强太多了。小叶，你怎么知道魏有道有问题的？直觉，我能闻到罪犯身上的味道。你嗅觉闻到了？好小子，不过你这次虽然立功了，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你虽然身手好，但是毒贩穷凶极恶，贸然行动非常危险，以后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一定要汇报。很快，视频看完之后，沈寒和高小龙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小叶有没有兴趣来省厅？你还想挖墙脚？不敢，我是觉得省厅更适合小叶同志的发挥。小叶委屈了吧？不委屈，为人民服务嘛。好，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私人手机号，有什么事情的话随时找我。就在这时，众人耳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我操！高小龙竟然给了叶凡联系方式，这代表叶凡以后平步青云啊！这小畜生不就是运气好，身手好一点吗？我也亲自跑到山里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指挥了，虽然没有功劳，但是也有苦劳啊！为什么不能高看我一眼？我一个警队实习生，独自一人剿灭毒贩老巢，得到京都首长的点名表扬。内鬼副局长眼红我拿到领导的联系方式，立马上来为自己邀功。高首长您找我，您放心，我们已经妥善的解决了所有善后问题。经过我们市局的艰苦调查，而且平等对待每一位犯案人员，对此次案件已经有了详细定论。孙海波虽然没有为自己邀功，但是却在不断的表现自己。然而高小龙瞬间勃然大怒，冷笑一声：你所谓的平等对待，就是让大毒枭坐在沙发上不进行抓进审讯，而是将我们抓捕毒枭破获制毒工厂的最大英雄给关进小黑屋。首长，主要是我考虑魏有道的特殊身份，属于大会代表，向上汇报之后进行处理。孙海波，谁给你的权利让你针对缉毒英雄的？就因为有点身份，你连大毒枭都能区别对待，立了大功的同志，你为了人情世故关进小黑屋，你是想干什么？孙海波本来满脸喜色，听到高小龙的话，彻底慌了，抬头看了一眼叶凡。叶凡这个混蛋，他怎么就不死在山上？孙海波，我会和总部那边探讨，如此重要的部门，将你放在这里合不合适？另外，沈厅长也决定对你先进行省内通报处分。完了，我的政治前途彻底完了。叶凡本来还想看会戏，却被赵伟直接拉出了会议室。赵伟，你着急拉我干什么？叶哥，你得去医院了。宋直特意叮嘱我，让我把你送去医院休息一晚。不是开个证明就行吗？宋直说了，今天你必须在医院住一晚，让我和李姐盯着你。行吧，那就快走吧。
另一边，木雅心神疲惫地回到家。我本来还以为萧伯是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甚至连我爸都被骗过去了。木雅，你不知道，市局的缉毒支队这2天打鸡血了，干死了100-200毒贩。今天早晨破获了云大的贩毒案，紧接着晚上直接打到了咱们云海的一个大老虎魏有道。什么？魏有道是大毒枭？是啊，据说都是一个实习缉毒警破获的案件，名字倒是没传出来，不过据说姓叶，听说高首长都对他另眼相看。是他？对了，这萧伯看来能够通过考验了，这起码得2-3个集体功劳，如果出力多点，萧伯说不定会有个人功劳。等他忙完这段时间，让他来家里坐坐吧。看来爸并没有收到萧伯被停职的消息，难道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吗？我还是亲自去调查一下吧。爸，我知道了爸。对了，我明天想出去露营，您不准再派人跟着我了。另一边的市医院内，王一飞做完手术被安置在病房内。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不过很可惜，您的左腿神经断裂，以后恐怕用拐棍才能够行走。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变成残疾人了？不，这不是真的。你们这些医生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还有，你的医药费一共是13万，请尽快交清。老天爷啊，这可怎么办啊？俺们家哪来的那么多钱啊？如果交不上费用，我们不得不停药了。若是发生感染，病人最终或许有可能截肢。医生离开后，王一飞父母只感觉天塌了，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王母突然眼睛一亮。对了，女儿，你不是说叶凡那个废物是2代吗？这些当官的家里面都有钱，嗨，找他要钱。对，找那个废物去，以前给你买手机送礼物，还有名牌包包，肯定有钱。我联系不上他。是不是因为你出事了他就消失了？这个混蛋，他要是敢不管你，我就举报他家里人贪污。他爸不是副市长吗？当官的哪有几个经得起他的？叶凡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更是我们公安系统的小英雄，必须要用最好的设备检查，以及最好的心理专家测评治疗，这是重中之重。高首长您放心，我们医院一定派最好的专家帮叶凡同志检查。叶凡那个心性薄凉的废物竟然也在这个医院，太好了，那些领导都在这，他要是不愿意出钱，我们就闹，我们就举报他们家贪污。叶凡他能老实答应帮我交钱吗？不过有这么多大领导在，叶凡一定会被架住吧。王一飞心里面瞬间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没有阻止跑出去的父母。而此时的叶凡正在病床上研究系统。魏有道一个人就贡献了5000的审判值，这狗东西还真是罄竹难书。我现在战斗力不够持久，是时候冲一波体能了。系统，我要加点。恭喜宿主，无尽体能升级成功，你获得了无尽的原动力。只要有足够的食物，你的力量将永无上限。我去，这就有点牛逼了。感觉肌肉又膨胀了一圈。叶哥，怎么瞅着你变得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对啊，就刚刚那么一瞬间，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感觉你像是什么洪荒猛兽似的。你俩还好意思说，非要陪床，结果睡得比我还早。昨晚我妈来看我，见你俩睡得这么香，都没待几分钟。这位美女不是那位省厅禁毒总队长白秋吗？我记得前世她好像也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高首长，我们对这位同志进行了详细的心理评估，确保没有任何的问题存在，身体方面也异常健康，没有什么伤势。那就好。高首长，你们这是？叶凡同志，现在我代表公安部特意为你颁发奖励。现在听令，叶凡同志不畏危险，铲奸除恶，尤其是在打击毒贩时的卓越表现，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现经公安部决定授予叶凡同志禁毒先锋荣誉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叶凡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多谢首长，你的荣誉证书公安部已经加班加点给你走流程审批了，过几天会给你送来，还有你的功劳勋章。此时的病房外，王一飞的父母正在门外偷听。老王，禁毒先锋荣誉称号是啥？我看这些领导对叶凡态度有点好啊。这还用问？叶凡肯定是立功了，来了这么多大领导，以后说不好会前途远大。他要是不给菲菲看病，咱们就威胁他。这些当官的都有钱得很，说不定还能讹上一笔大的。你们是谁？在这干什么？我们是里面病人的岳父母，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此时的病房内，叶凡正和白秋交流。小叶同志，我们总队最近有一个案子，得到消息说云海东城区有一宗毒品交易，到时候希望你能够过来协助一下。东城区，那不就是白总牺牲的那次大案吗？因为准备不足，白秋被毒贩生擒，最后折磨致死。没问题，我愿意协助总队的工作。小叶是个热心的好同志，那我们先走了，你今天休息休息，不用急着回去上班。老王，领导在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进去？你傻！我们先威胁这个废物给一飞交上医疗费用，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追上那群领导，揭露这废物的恶行。那还等什么？咱们快进去吧。叶凡，一飞的治疗费用已经欠费了，你怎么搞的？现在药品都给停用了，一飞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饶不了你。这两个老畜生怎么找过来了？前世他们俩没少恶心我。
还逼我给王一飞的弟弟买房，把我父母留下的家底坑得一干二净。爷，如果让萧伯娶了王一飞，让这对狗男女互相折磨，好像也不错。叶凡想到这里，佯装惊讶地看向二人。王叔，我们已经分手了，你不知道吗？分手？叶凡，你敢和我们家的一飞分手？你这个废物，玩完就不认账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要举报你！我们要去上面举报你们这些当官的欺负我们普通人啊！